上辈子方莹被后妈下毒，越长越胖，越来越丑。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就跟后妈的女儿好上了。然后全家逼她让出工农兵大学名额，替后妈的女儿下乡。她转身就嫁给未婚夫的兵王小叔叔，结果小叔叔半年后牺牲了，她成了寡妇。但还是要感谢这个男人，因为他送给自己的结婚礼物是个随身空间，让她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寡妇。重生在新婚夜，方莹打算努力给小叔叔留个后，再想办法改变他早死的命运。至于极品的娘家人和婆家人，没关系，他上辈子学会了神技 PUA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说我冷，吃肉吃肉，他要吃肉。哼，大直男注定孤独一生。还冷，这就没办法了，都是你逼我的。小叔叔，传说中的洞房花烛夜就是这样的吗？还是说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传说中的不行，真的不行呀？小丫头，话不能乱说。天亮了，方莹被冻醒了，睁开眼睛就是窗户上大红的喜字，逼仄的房间，发霉的墙壁，屋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，一个洗手架。这是他住了几年的林家倒座，原来四合院里门旁的一个小房间给看门人住的，现在住着林家的大少奶奶。方莹兴奋的大笑，她真的重生了。都几点了还不起来，在房间里傻笑，像个什么样子？怪不得林红不要你，也不知道林明抽什么风，娶了你个胖丫头，真没看出来。胖丫头倒是好手段，惹得爷们儿整夜不消停。在门外叫嚣的是林明的后妈，也就是方莹的婆婆李梅花。方莹现在也顾不上什么李梅花了，正低头看她手腕上的玉镯，莹莹翠绿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果然，前世也是如此。新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玉镯也套在他手上，这是林明母亲留给林明的传家宝，也是林明送给他的金手指。这里面有一个小空间，前世方莹过了半辈子才发现里面的空间，白白吃了很多年的苦。现在他赶紧滴血认主，进了空间。这是一个明亮的空间，高不可测，面积有10亩大小。空间还是以前的样子，只是前世方莹用了半生时间堆满的东西，只剩下一些书和一个杂物箱，种满的蔬菜草药，也只剩下干裂的泥土和几棵高大的枯树。水井还在，天助我也！空间正中是口水井，井水不知何故能治百病。前世方莹被后妈偷偷下毒的身体，就是靠它恢复的。来人是林明的亲弟弟林奇，15岁的少年，浓眉大眼，却是一脸戾气。这林奇的脑子就是猪脑，上辈子光被人当枪使了，给他制造过不少麻烦，最后更是傻兮兮的给他小舅子顶罪，结果被判吃花生米，他后悔都来不及。看什么看，懒婆娘，都几点了还不起来给全家人做饭？你当自己是资本家大小姐呢，还是等你婆婆伺候给你做饭吃？哪有你这样当人媳妇的？这一听就是又被李梅花当枪使了，不然他一个中二少年知道个嘚儿。林奇，你昨天吃饭了吗？吃了干啥？前天吃了吗？吃了啊！你以为我家穷的吃不上饭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林奇，你以前顿顿能吃上饭，怎么我一进家门你就吃不上饭了？以前做饭的人呢？失忆了，生活不能自理了，不会做饭了。可是后妈说有了儿媳妇就不一样了，别人家都是儿媳妇做饭。原来是后婆婆让你大清早来找我吵架的。哼，我得找人评评理去。哪个后婆婆结婚第一天就挑唆小叔子踹嫂子房门的？这是安的什么心？烦死了！现在是1974年，方莹今年高3，18岁。前天她发现了未婚夫林红和继姐方田的奸情，转头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二锅头，一口气干了，就把放假回家的林明堵在了胡同里。方莹哭着求了婚，林明还真就答应了。婚后第一天，林明后妈就来找茬，方莹决定不再像前世一样忍气吞声。方莹冲出倒座，穿过二门，直接来到四合院的院子里。我刚进门你就挑拨小叔子踹我的门，这是要给我下马威吗？后婆婆好大的威风，是想捡起封建老思想压迫儿媳妇吗？我这就去找街道妇女主任评评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冤枉我。站住！大清早的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赶紧回来做饭吃饭，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站住！爸，林明走之前让我帮他捎句话，他有句话想问问您。有什么话让他直接来问我，不用你转达。他想问您，当初您当着组织领导和群众的面表态，和他亲妈断绝关系，这句话还算不算数？林远山眼皮狂跳，他的第一个老婆是村里的青梅竹马，给他生了3个女儿后死了。他的第二个老婆是资本家大小姐苏晴，生了4个孩子，结果后来开始清算资本家，他不得已跟苏晴离婚，一刀两断。苏晴之后出国投奔亲戚，
他则娶了家里一直照顾衣食起居的小保姆李梅花。我们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爸，您都不知道现在外面都在怎么议论您。他们说您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嘴上说着跟我亲婆婆断绝关系，实际心里一直忘不了她，非得住在当初你们一起住过的房子里，睡着你们睡过的床才能闭上眼。这是说您重感情呢，还好听点，还有更不好听的，我真不好意思学。他们说您又想当那什么，又想立那什么，跟苏家人断绝关系可以，但是一点不耽误您住人家的房子，占人家的便宜。这不是苏家人的房子，这是林明的，姓林，父慈子孝，哪有爹不能住儿子房子的？你个新媳妇第一天进门就要把公婆都赶出去，我也要找人评评理了。这房子您出过1分钱吗？是不是苏家人买的？既然已经跟人家断绝关系了，为什么还要住在人家买的房子里？别人又不是傻子，掩耳盗铃，只能自取其辱。一会儿我就给上面写信，说您不要您那套福利房了，还回去。您忘不了苏晴，要一直住在这里等着她联系您，或者您正想方设法联系她呢。够了。苏晴现在人在海外，这时候只要跟那边扯上关系，有亲戚关系在那边，那就是了不得的大事了。祖宗8辈都要被查100遍，恨不得把他们刨出来查。林远山今年才50岁，领导层里属于壮年，最近又正有一个升迁的机会。他因为跟苏晴曾经的关系，这些年已经很难了，好不容易等来这次机会。如果新晋儿媳妇方莹敢写这个信，那都不需要证据，直接就给他定罪了。这次的升职就别想了，严重点甚至要被革职。爸，我这都是为你好，刚刚那些话也不是我说的，我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，我都是听我爸转述别人的看法。也不是我要撵您走，是林明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您住在这就是住在个定时炸弹里，随时可能被人拿到短处。好像这次就有人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，林明听到了风声，特意提醒您呢，但是他怕您误会他想霸占这房子，就把事情推给了我。要我说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呢？房子本来就是他的，他有365天不在家也不住，霸占什么？他就是为您好，怕您被揪住小辫子。可是我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又不会说话，只会直来直去，听见什么说什么，您别生我气。原来大儿子心里一直有他这个父亲，就是防得这个亲家，他有空得去会会，背后没少说他坏话，说谁又当又立呢。气氛有些僵硬，林远山还是有点下不来台。李梅花急得抓心挠肝，拼命想说点什么阻止方莹，他不想搬走，住在这敞敞亮亮的大院子里多么舒坦，为什么要一家子去挤60平米的单位房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爸要搬家吗？快去胡同里跑一圈，把3轮车、自行车都借来，帮爸搬家。他爸什么时候说要搬家了？刚刚明明说的是你够了。大嫂放心，我保证把车都借来，需要叫人来帮忙吗？别叫外人来干什么？看笑话吗？必须叫外人来，还得多叫点，让他们看看咱们家除了这个属于林明的房子，其实您自己两袖清风，一贫如洗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自己去叫人就行了，你在家帮大嫂，听大嫂的话就行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啊！记得只拿衣服和学习用品就行了，家里的大件不要动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缝纫机什么的都不要动。凭什么？你就是想霸占这房子，还不让我们带东西？这是一座极其标准的3进4合院，1进是院门，2进是正房，3进原来是后罩房，后来塌了，改成了菜园子。整个院子占地面积很大，660平，是林明出生时他外祖送给他的礼物，写在他名下。林明常年不在家，只有一间当做仓库的倒座，给他偶尔回来的时候住一下。我就不搬。爸，咱家这彩电2000块买的吧，冰箱至少2000，洗衣机1000，缝纫机200来块，一共就是5000多块。还有林明那3个姐姐结婚的时候，你每人给了1000，这又是3000。你每个月邮寄1半工资回老家给您父母，还要给老家买电视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，2叔3叔加盖房子，孩子结婚，您又额外给了多少钱？几千、几万？还有这10来口人，每个月光吃喝嚼用、学费，您这么多年的工资和花销对不上数吧？抄了的这些哪来的？我这个外人都听说了，其他人传成什么样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学。老子两袖清风，没拿过老百姓1分钱。好吧，我想起来了，林明他妈走的时候没带走存折，去把存折拿过来给老大媳妇。那是我，不，那是你这么多年。闭嘴，拿过来，我这么多年赚的钱都花光了，没有了，老子一贫如洗。快去把存折拿来，别让外人看见，让外人知道我还花着苏晴的钱，那可真是解释不清了。林叔，你要搬家？邻居那表情就差把八卦写在脸上了。林远山虎着脸，尴尬地应酬着。李梅花赶紧去收拾行李。
大家都帮帮忙，帮我公公搬家。我公公这个人真是不容易，这么多年忍辱负重，顶着巨大的压力住在这里。你们说，黎明常年不在家，我公公能把几个小的单独扔在这里吗？几个小孩子守得住这里吗？这么大的院子，不得被精租出去。现在黎明成家了，我公公就火急火燎的要回自己家。这个黎明的房子，他一刻也不想待了。终于有个人懂我了。众人看林远山的眼光也不一样了，原来是误会。这些年他们还真没少在背后议论他。有这么多人看着，李梅花也不敢多拿贵重东西。在众人的恭维声中，林远山和李梅花带着几个孩子离开了。走，开会，坐吧。方莹掏出了兜里的存折，发现上面最早存入的8万块，只剩下200多块钱了。以后家里你管钱。这上面怎么就200多块钱了？爸这么多年怎么花也花不了这么多。这里只取不存，爸这么多年的工资拿去了。感情家里花的一直是我妈的钱，我妈的钱养着他们一家子吃喝拉撒，我爸的钱都留在手里一分没动。坐下。干什么？不需要回我妈的钱要你管？你和她是一伙的。你去闹吧，说你爸这么多年一直在花你亲妈苏晴的钱，他们两个的关系就说不清了，他没准就要被关起来。毕竟他欺骗了组织和百姓，而你和你弟弟还想上学，同学和老师都会瞧不起你们，天天开会批评你们。而林秀就更惨了，肯定会跟着最近一批的知青下乡，去最苦最累的地方，也许是大东北，也许是大西北，也许是沙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就不盼着我们点好？傻小子，你想想你去闹的后果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在救你们啊。那就这么算了吗？那可是8万多块钱，我亲妈的。我爸都跟我妈断绝关系了，他凭什么花我妈的钱？我后妈就更不配了。眼前的姐弟仨，别说对李梅花了，就是对林远山都没有一点好感。因为林远山为了表示彻底跟苏晴撇清关系，对苏晴生的这4个孩子也撇得很清。这么多年，也就是给口饭吃，给个学上。放心，这上面一开始不是写着8万块钱吗？你们等着，不出几年，我肯定让他们都吐出来。真的？要不是他们现在手里肯定没这么多钱，我今天就能让他们吐出来。好了，存折的事到此为止，你们不用管了，交给我。现在我们来分配一下房间吧。这房子是你们大哥的，我们要住正房，你们有异议吗？林奇和林玉住东厢房，林秀住西厢房，有异议吗？以后家里的1日3餐，每天2个人配合轮流做，有异议吗？我不会做饭。不会就学，你都这么大了，10来年时间也没学会做饭，已经很丢人了，不要说这么大声。可是别人家都是女人做饭，在我们家想吃饭就得干活，家是大家的家，每个人都要为家庭做出贡献，不要想着不劳而获当蛀虫。大嫂教我，我爱做饭。一会儿我就教你。现在我们说下一条规矩，打扫卫生，以后每个人负责一块区域，每天都要打扫。正房我自己负责，西厢房的卫生秀秀负责，东厢房的卫生小玉负责，倒座和整个院子的洒扫大齐负责。凭什么？前院、正院、后院3个大院子好几百平，一个人得扫1个小时呢。瞪什么瞪？家里就我们4个人，我和秀秀是女孩子，小玉才10岁，就你一个大男人，你不顶天立地多干点，难道让我们干？林奇就听见大男人顶天立地了，顿时抬头挺胸。大嫂放心，我保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。好样的，大嫂信你。家里的琐事安排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说大事。首先最要紧的事就是林秀下乡的事。林秀今年18岁，跟方莹同岁，还是同学，他们的高中毕业证已经到手了。现在高考还没恢复，只有不到1%的人才能得到工农兵大学的名额去上学，剩下的人要么工作，要么下乡，要么嫁人。我有办法让秀秀不下乡，至于怎么做还不能告诉你们，总之半个月之内就能办妥，你们就等消息吧。我不嫁人。不嫁人，而是给你找个工作。原来是找工作，哪怕给我找个清洁工的工作，我都谢谢他。大嫂，那你也给我找个工作呗，我不想上学。好，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怎么这么不可信呢？好了，正事谈完，走，我们做饭去吧。今天就我和林玉一起做饭。 4个人来到厨房，发现厨房空了，大米、白面、蔬菜、鸡蛋和肉都没了，就剩下点玉米面、3个土豆，连咸菜坛子都抱走了。太过分了！哼，我去找他们。回来以后你不要一个人去找他们，你是后妈的对手吗？到时候便宜没占到还惹一身腥。先吃饭，晚上我带你去找他们。方莹把仅有的3个土豆蒸熟，捣成泥，和到玉米面里，下锅煎成玉米饼。吃饭。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大嫂真是太厉害了。
方莹想起上辈子当了寡妇之后，她在亲哥的支持下开了个小饭馆。等发现空间之后，她在里面种了各种调味料、花椒树、桂皮树等等，再加上空间井水的加持、名师的教导，和亲哥联手，把美食帝国无限扩大。可惜后来他大哥被人害死了。我去扫院子，我去打扫厢房。你吃吧，我去洗被子。大嫂，这褥子怎么办？拆了洗吗？你来好事了，我给你做个专门的小褥子吧，省得再把新褥子染了，怪可惜的。原来林秀上辈子说的话是真的，她是真的什么都不懂，被人欺负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上辈子林秀几个月之后就下乡了，她不适应农村生活，拼命想回城，然后生产队一个管事的说只要跟她休息一下，就给她一个回城名额。傻傻的林秀还真以为只是休息一下，然后她就被欺负了。到这时候她都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管事的倒是说话算话，让林秀回城了。结果没多久林秀被发现怀孕了，她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崩溃之后跳河死了。我不是来好事了，这是女人第一次的血。林秀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教育，亲爹不说，后妈不说，几个兄弟也不懂。不，黎明还是非常懂的，不过他当然不能跟妹妹说这种事情。等等，黎明是怎么懂的？下次问问他。来，我今天给你上节生理卫生课，女孩子啊，要知道保护自己。你们在讲啥啊？院子扫完了，把后罩房的空地清理一下，我要种点东西。这都要冬天了，种啥能活啊？种大棚，听说过吗？扣上个塑料布大棚，冬天也能长蔬菜。我这就收拾，不想吃黄瓜。听懂了吗？以后要是有男的想脱你衣服，想跟你休息，只要不是你喜欢的人，你就揍他，然后回家告诉我，我再揍他，知道了吗？至于这个褥子，你先帮我拆了用洗衣机洗，我得回娘家一趟，他们还不知道我结婚了呢。方莹关上正房的门，检查了一下窗户，然后躲到大衣柜里进了空间。还是老味道，一口下去浑身舒畅。方莹趴在井边喝了个饱，然后很有经验的飞快出了空间，去厕所蹲着，身上还一直往外冒污渍。方莹赶紧洗了个澡，折腾完，等她回到娘家的时候，都快中午了。方家住的是楼房，一个回形的筒子楼。方莹推门，看到父亲方德坐在沙发上，继姐方田坐在旁边，两人哈哈笑着，看起来更像亲生父女。听到开门声，两个人同时看过来，方田笑容一僵。以后不许去同学家住，女同学也不行。我说你昨天晚上去一个女同学家住了，省得你爸骂你，你别说漏嘴。唐真一脸为了方莹好的样子，如果是18岁的方莹，肯定不知道她的险恶用心，只会觉得唐真是个好后妈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爸说我去同学家住了，我没有啊。这个妓女脑子挺灵光的，学习年年第1名，以前每次配合的都挺好，今天怎么犯蠢了？那你昨天晚上去哪了？竟然夜不归宿。谁跟你说我去同学家住了？没水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到底听谁说的？我记不住了。我昨天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要去同学家住，我一个女孩子夜不归宿，她为什么不去找我？甚至还撒谎不让你去找我。爸，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就是去同学家住了，你这么大人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闭嘴！女孩子一宿不在家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她竟然以为什么？现在完了！唐真委屈的哭泣，眼神扫过方莹的时候，却是满满的幸灾乐祸。真好啊，活该！看方莹还怎么跟他女儿抢。我们都没错，错的是那个流氓。我们快去报警吧！真是天助我也！现在看方莹还怎么好意思赖着林红，这还不把大学名额让给我？方莹感觉到他父亲的手在颤抖，他竟然看见方德扭曲挣扎的表情和眼底的泪水。其实上辈子方莹和他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。这事你说要不要报警？报警，女儿的名声没了；不报警，罪犯逍遥法外，女儿白受欺负。我只是结婚了，不是被人欺负了，报什么警？到底是谁欺负你了？好家伙，欺负一次还不够，还想欺负一辈子，还要合法欺负，欺负他女儿傻是不是？我真结婚了，和林明、林红的小叔叔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林红怎么办？你们下个月就要定亲了，你转头就嫁给他叔叔了，外人会怎么看你？怎么看我？上辈子是我蠢，当方田是好姐姐，给她留面子，这辈子不会了。爸，我前天在林红床上看见了方田，被我撞见，林红还让我把大学名额让给方田，方田还让我替他下乡。我没有，你瞎编，你污蔑我，
你没有跟林红好上，没有要我的大学名额，没有让我替你下乡。那好啊，你去下乡吧，我去上大学。方田道行还是钱，顿时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偷偷看向母亲。先别纠结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了。小莹，你昨天晚上被林明欺负了吗？老方，即便你跟林远山关系不错，但我们不能让女儿白白受欺负，我们去告他。方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结婚证，递给方德。结婚岂是儿戏？你对他了解吗？他将来会对你好吗？他家人又会对你怎么样？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嫁人了。方莹内心是有些感动的，上辈子方德光骂他不要脸、不检点了，因为上辈子没人给方德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爸，黎明你也认识，至于我公公，你俩更是哥俩好。这不，他说您教出来的女儿准没错，这个家交给我放心。他留下了黎明的亲弟弟妹妹，带着我后婆婆和他生的几个儿女，今天上午就搬家了。京城的房子从来都是紧张的，林远山家的大四合院真是人人羡慕。现在公婆还搬走了，就剩下他们几个小年轻住那么大的院子，方德很意外，也很满意。还有黎明，他说以后的工资都归我管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看，他把传家宝都给我了。你以后少吃点，多运动，减肥，不然站在林明旁边都不般配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爸爸，我和林红真的没什么，都是误会，我们是清白的。不信我可以去医院检查。去医院检查？医院还能检查出你有没有被人摸光？我前天看见你衣服都扔地上，林红正在……闭嘴！他到底是在哪儿学的这些词？昨天晚上连明教的吗？这小子，小姑娘家的，说话注意点，以后这些话不许在外面说了。爸，我都结婚了，你不给我点嫁妆啊？现在让父亲知道真相就可以了。至于上辈子的账，背地里可以慢慢算。现在先给唐真放点血。你想要什么？没想到你结得这么仓促。爸，我记得咱家也有一只镯子，我姐说是我妈留下来的，要给我们当嫁妆的。林明给你的，估计是他妈留给他的。那说起来，咱家的玉镯跟这个可能是一对呢。怎么回事？我妈的镯子怎么和她家的是一对？你妈说有一次林明他妈落水了，你妈把他救了上来，苏家感谢你妈，送了他一只玉镯。那镯子在哪儿呢？我就要它当嫁妆了。你放哪了？拿来给他吧。我还真忘了放哪儿了，得好好找找。那就快去找啊！找不到就是被你卖了。那是我亲妈的东西，竟然被你卖了。老白莲的技能就是张嘴给人定罪，我也会。我就说好好找找，你就说被我卖了，你怎么这么能撒谎了？有空站着指责我，也不去找。你是想扣下我妈的东西，还是真的被你卖了？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冲了？是不是以为结婚了就用不到我这个后妈了？枉我这么多年那么疼你，对你比对方田和方燕都好，什么好吃的都是可着你先挑，你不吃了才分给他们。过年买新衣服从来都只给你买，他们只能穿你剩下的，我拿去改了给他们当新衣服。方田懂事，从来不闹，方燕却年年委屈的哭。方燕是唐真和方德婚后生的女儿，比方莹小3岁。呵，爸，我再给你捋捋。首先，后妈明知道我在减肥，罐头、牛奶、烤鸭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吃，她却让我先挑，我没选。然后好吃的就都是方田和方燕的，而好名声是她的。方德一愣，回想这么多年，他偶尔看见的姐妹有爱画面，确实如此。再说说过年新衣服的事。方莹说着，突然冲进方田和方燕的卧室，打开衣柜，抱出一大摞衣服来，一件件抖开给方德看。爸，您看这些衣服是旧衣服改的吗？这都是百货大楼的成衣，一件比一件贵，这还只是他们秋冬季的衣服，您再想想他们夏天的裙子，是不是一条比一条好看？而我呢，我一年4季穿校服，只有过年一件新衣服，他们只是过年没有而已，平时后妈补偿他们10件，这就是后妈口口声声对我的好。那是因为你太胖了，外面买不到你穿的尺码。没有成衣买，可以去裁缝店里做呀。什么尺码做不了，但是这么多年，你给我做过哪怕一件吗？家里钱不够，你也知道我和你爸爸那点工资养几个孩子不容易。成衣一件都要20块起步，一件冬天的大衣要100-200，而去裁缝店做条裙子，用便宜点的布料只需要几块钱。方莹一脸索然无味，不想争了的表情，扔了手里的衣服。爸，过去那些年，我为了让您高兴，有什么委屈从来都不说，但是今天我真的伤心了，也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。我昨天失踪了一宿，他们却没事人一样，还瞒着您，不让您找我。多亏我遇见的是黎明这个好人，要是我昨天真被人欺负了，您现在应该再给我收尸。爸，我委屈。
方莹本来只想装一下，不知道怎么竟然真把两世的委屈都哭出来了。方德听到她的哭声，眼泪竟然奔涌而出。女儿这些年可太委屈了，我竟然也被骗了。干嘛呢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大老远就听见有人哭。方莹抬头看了一眼这个极品姐姐，打了声招呼，就赶紧办正事。爸，你看后妈都这时候了，还不去找那个玉镯，不会真被他卖了吧？还不快去找！唐真不情愿地回了房间，磨磨蹭蹭地拿了一个红木盒子出来。方莹去接，一把竟然没拽过来。唐真紧紧攥着不撒手，攥得再紧也没用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方莹打开盒子，看到银翠玉滴的手镯，果然跟她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她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套到了手上。方莹顿时感觉到一股奇妙的能量从两只镯子里涌出来，通过她的身体形成了一个能量交换循环，而她的身体变得前所未有的舒服。刚刚妹妹说这是金阿姨留给你们当嫁妆的，那你都有一只了，这个应该给大姐吧？方田说的对，你都有一个了，这个应该是我的。方莹看着方云，内心复杂。这个姐姐自私冷漠，只管自己，不管别人，但是她上辈子过得也挺惨。这是我男人给我的，跟你们都没关系吧？这个是我亲妈给我的，跟你也没关系吧？长幼有序，妈就留下一个镯子，按理也应该给我。爸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凭什么给妹妹不给我？这个你们姐妹俩自己商量吧。姐，要不我们把这镯子估个价，然后我给你一半的钱，这样就公平了吧？要不你把镯子给我，我给你一半的钱。你看，他们原来是一对，都是黎明亲妈的，现在都到了我手上，我觉得这是宿命的安排啊。什么？我昨天和黎明结婚了，这是黎明送我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和黎明差那么多岁，你们又不熟，你还有林红，你怎么能嫁给黎明？他是林红的叔叔呀。原来姐姐也喜欢黎明啊。方莹笑了笑，一点也不奇怪，他们这一片认识黎明的年轻姑娘就没有不喜欢他那张脸的。这都是因为方田啊，要不是他，我这辈子都得管黎明叫叔叔，结果因为他，林红以后得叫我婶婶。要么把这镯子给我，要么就估个价，把钱都给我。方莹据理力争，跟他讨价还价，磨叽了1个小时，最后方莹写了一张欠条，约定好方莹给方云1万块钱，3年之内付清。方云拿了欠条就走，看都不看他们一眼。爸，这嫁妆是我妈给我的，我自己还写了欠条，这是闹的，等于我自己给自己出嫁妆。要不你帮我还吧，这才算你给我出的嫁妆。爸，我给你捋捋。停，今天就捋到这吧，别捋了。方莹才不管，他想说的话没人能拦住。行了行了，我来说，未来几年的工资没了，心痛以大女儿的小心眼，等她结婚的时候，少不了也要一大笔嫁妆，心更痛。方莹顿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方德会答应，这可是1974年的1万块。他爸现在是个小领导，但是1个月工资也才200多块，1万是他5年的工资。后妈，给我点钱，大件嫁妆不要了，衣服、糖果、生活用品这些娘家得陪送点吧。明天我还要去我爸单位，给叔叔伯伯阿姨们送喜糖。从小到大，你每个月给方田方燕5块钱零花钱，就给我1块，有时候甚至不给。我现在买糖的钱都没有。给他拿500块钱。唐真知道自己今天不放个大出血是不算完了，他放弃挣扎，回房间拿钱去了。你到时候买身做身好衣服，遮遮你这身材，还有喜糖就买大白兔。爸，你看后妈不高兴了。方德格外要面子，更痛恨被欺骗。此时他的脸色比唐真还不好看。方莹才不管事后2个人怎么掰扯，反正今天是掰扯不明白的。哎呀，忘记一件重要东西。方莹去了方田和方燕的房间，在柜子顶上拿出一个信封来。爸，这张工农兵大学推荐名额是我的，林红他们家白耽误我2年青春，损害了我的名誉，关键是他们竟然还欺骗您，这边吊着您一个女儿，背地里竟然勾着您另一个女儿，真是一点没把您放在眼里。这名额我就不还他们了，我找人卖了吧。方田顿时抬头看他，既然是卖，他就有希望得到名额了。方德的脸色更难看了，方莹处处说到他的心坎上，林家简直欺人太甚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就走了。上辈子方莹光顾着生气，还清高，要跟林红撇清关系，就把推荐名额还给林红了。这种找关系要来的推荐名额，都是盖好章的，名字那里却没有填，操作空间非常大。林红转手就给他的小情人方田如愿上了名额上填好的理工学院，但是他学习太差，让他学高数，他不考0分都是因为运气好。方莹就趁机把他举报了，因为现在要求比以前严格，工农兵大学是要成绩好的，学习不好没得过奖，没立过功的不在推荐范围内，方田就被开除了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几乎所有人都能考，唯一不能参加考试的
就是上过工农兵大学的人，而方田被开除了工农兵大学的学籍，可以参加高考。结果他走了狗屎运，刚刚够上分数线，混了个第一批大学生，比工农兵大学生说出去好听100倍，含金量还高。当时把方田得意的天天来他面前炫耀，谢谢方莹的成全。方莹做梦都在后悔，不该举报方田。没想到真的可以重来，但是这名额白送方田是不可能的，怎么也得从他们身上扒层皮下来。鱼儿已经下了，就等于上钩了。方莹回了4合院，就带着邻家姐弟去外面吃饭。嫂子，随便吃碗面就行，全聚德一只烤鸭8块钱呢。昨天我结婚匆忙，一大早你们大哥又回部队了，都没有请客，我爸刚给我500块钱，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。饭桌上，方莹的嘴也没闲着，把刚刚在娘家的事情都说了。邻家姐弟发现方莹比他们还惨，瞬间拉近了几人的关系。3人吃了饭，方莹又带他们去逛百货大楼，诚意不要不嫖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贵。买！身为全世界最有钱寡妇方莹，一顿买，把身后3人感动坏了。最后方莹被连拖带拽，才出了百货大楼。方莹打发他们3个带着东西回家，他自己则去了裁缝店。师傅，我要这样的 A 字版，就是上窄下宽，捧起来不贴身。你很有想法，只当扬长避短。方莹穿上做好的新衣，去鞋店买了双长筒靴，最后去理发店做了头发。方莹壮实的身材被新做的衣服完美掩盖，只露出她漂亮又有点胖乎乎的脸，显得活泼又可爱。路人频频回头，女人看她的衣服，男人看她的脸。方莹回了4合院，一路把邻家姐弟都惊呆了。她关上门呵呵笑了半天，躲到立柜，进了空间，瞬间惊呆。以前灰蒙蒙的雾气边界变成了蓝天白云。方莹惊喜地在空间转来转去，发现新镯子变成了山海，3面环山，一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动物和昆虫。就镯子变成了茅草屋，成了空间仓库，以前的架子都还在，水井位置没变，但是井水更甘甜清冽了。方莹不敢多喝，怕自己1天之内变化太大，让人奇怪。方莹出了空间，去后院杂物间找到了铁锹和水桶。大嫂，你来种黄瓜啊？去买2斤肉，晚上我们包饺子，买好了叫我，我自己包。好呀，黄瓜哪有饺子好吃？方莹进入空间，在山谷旁边挖了3个坑，把空间仓库的3棵枯树埋了下去，1棵榴莲树，1棵桂皮树，1棵花椒树。方莹发现可以用意念拿进或者拿出空间仓库里的东西，但是山谷里的任何东西它不能用意念调动，但是有漏洞可以钻。他站在水井边装1桶水，用意念把它收进仓库，然后自己跑到树边，再把水桶叼出来。完美！现在水桶还是太少了，如果水桶多的话，可以一次性浇完。10几桶水下去，榴莲树焕发生机，开花结果，臭臭的香味飘满空间。忍住，现在这身体爬不上去啊！嫂子，你拉屋里了？不至于呀，我们4合院有厕所呀。滚！那么大味你没闻到吗？而且屋里的地砖比石头还硬，不是那啥，打铁锹干什么？我二哥有点傻，嫂子你别理他，肉买回来了，我们包饺子吧。方莹长出口气，劝自己不跟二货一般见识。走，包饺子去。吃完饭，方莹拿出特意留下的2大盘饺子。一会儿你帮我送到方家去，看着我爸吃完，再看看他有没有给我后妈和方田吃的意思。爸对那2人的态度，决定了以后我对他的态度。交给我，你放心。方莹信任的点点头。别看林玉才10岁，但是早熟得很，心眼比林奇多10倍。走吧，你不是要找后妈算账的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走。方叔叔，我是林玉，我嫂子怕您晚上吃不下饭，特意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饺子。方叔叔，您为什么吃不下饭啊？我牙疼。牙疼可真是要人命啊！方德心里熨帖，方莹竟然这么孝顺，而且也很懂事，没把家里的丑事跟外人说。以前怎么没发现我闺女有这手艺啊？给我尝尝呗，我还没吃过3姐做的饺子呢。以前妈教她做饭，她总是借口作业多不学。闭嘴，写作业去。没想到小女儿竟然也歪了，跟着她亲妈欺负方莹。以前不学做饭，方莹第1次就能做这么好，御厨转世吗？方燕被当着外人的面吼了，一生气就回房间了。方田正坐在床上发呆。上午方莹走后，方德并没有骂方田，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就拉着唐真回房间对峙去了。姐，那个胖妞给爸送的饺子，我闻着可好吃了，你去管咱爸要点来呗。方燕回来的晚，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。吃，你就知道吃。你知道咱爸为什么生气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方莹把林红甩了，昨天偷嫁给林明了。更可气的是，他竟然甩锅到我身上，说我和林红有事，
这都是他给自己的背叛找的借口。那胖妞怎么敢的？现在的问题是，方莹结婚了，不能去上工农兵大学，他手里那张名额就没用了。要不让他拿来给你。方燕今年15岁初3，她不喜欢上学，如果能跳过3年高中，直接上大学，那当然最好不过了。你快点，还有几天就到报到时间了，过期就作废了。啊，我出去玩了。林玉还想着方莹交代给自己的任务。我堂阿姨呢？还有方甜姐，他们吃饭了吗？叫他们一起出来吃点吧。他们都吃完了，不用吃。方德飞快把剩下的饺子都吃了，心里就有些满足，只是想起这碗饺子价值1万，不，很可能是2万的时候，牙真的疼了。但如果他知道林远山这边一碗饺子值8万，他肯定笑得肚子疼。后妈，我给你们送饺子来了。方莹扫视了一圈林远山的福利房，60平的2室1厅，逼仄的小房间住6个人，他感到非常满意。你爸就爱吃饺子，我又不会包，以后你可要常来孝敬你爸。不是装孝顺吗？我让你装个够，这些都是老娘玩剩下的。我爸就爱吃饺子，你竟然不会包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？嫂子厉害，以后我绝对只跟嫂子来账。爸，您尝尝我的手艺。林远山此时正在后悔早上把4合院让出去是不是冲动了，可是尝了一个饺子之后就停不下来，一碗饺子一下子都被他吃光了。这饺子是真好吃呀！哎，李梅花的手艺不提也罢。吃完后，方莹亲自给林远山倒了杯热水，林远山的表情也没有刚刚那么难看了。爸，我下午想起你给我的存折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结果你自己看看。这不可能！林远山赶紧看了一下最后一笔取款日期，不是今天，而是1年前。你是不是拿错了？没有，账户的名字是苏晴的，而且每一笔存取都有记录。现在的存折是没有密码的，谁拿着存折都能去银行取钱存钱。林远山翻着存折仔细看，确实是苏晴的那一本。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说给我娘家3000块彩礼，这是家里买电视机花了2000，这是咱妈说要看病，你让我邮寄1000回去，这是大妞结婚，你说给1000，这是我妈病了，这是你弟弟病了，这是你侄子结婚。李梅花每笔账都记得清楚，对得上。林远山脸色好了很多，之前的支出他有点记不清了，但最近几年的都对得上。最后一笔对完就剩200块钱，没毛病。林奇几次想张嘴都被方莹制止了。爸，每一笔花销都对得上是不是？确实都对得上。家里买的那些大件，电视机、收音机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都给你留下了，所以账就平了。平个头，还挺理直气壮。哼，我让你们理直气壮。爸，你花钱老婆的钱娶小老婆，不合适吧？你花钱老婆的钱养你的爸妈、你弟弟、你侄子，你跟前老婆生的孩子，你小老婆的爸妈、弟弟妹妹，不合适吧？这所有的一切花的都是你前老婆的钱，那你这些年赚的钱呢？一分没往家拿，还是被你私藏下了？我没有，之前就觉得哪里不对，现在是知道了，家里家外都花苏晴的钱确实不合适，说出去更不好听，更何况苏晴身份特殊，被人发现就解释不清了。等等，我赚的钱呢？爸，我听说你借给别人钱都不爱打欠条，但是对方不打，我后婆婆就会追着让人打，所以她手里应该有你这么多年借钱出去的欠条，工资都是死的，拿出来对一下，就知道你这些年应该剩下多少钱了。现在他们又在哪里？你追到人家面前要欠条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。爸，你看他竟然还不承认，这在你们单位都不是秘密了，大家都说你假清高、假大方，当面借给别人钱的时候可大方了，但是一不写欠条就翻脸，让老婆堵人家门，而且欠款绝对不能超过日期，不然就坐人家饭桌上抹眼泪。哦，对了，很多你借出去的钱，你以为人家没还，其实人家都还了，不信你去问问。林远山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那些借出去的钱他从来不主动要，结果他发现有的好几年了都不还，还有的故意躲着他，反而给他甩脸子。爸，不是人家躲着你怕还钱，而是我后婆婆要钱的手段太让人难堪了，人家不愿意搭理你啊。有没有这回事？到底有没有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方莹站起来一把拉开大门，门外已经站着一群看热闹的邻居。这里有没有管我公公借过钱的人？是不是早就还了？而且是我后婆婆亲自上门要的。有。林远山一看是他曾经很喜欢的一个徒弟，后来就因为借钱的事，两个人关系就不好了，见面只点头不说话了。师父，我老婆5年前生病，我管您借了100块钱，说好半年还，结果她病一直不好，一直吃药，我的工资全给她吃药了。结果半年之后，师娘去我老婆床前哭，说话也不好听，我老婆刚刚好点，又气住院了。第2天我就找别人借钱还您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没见过那钱，我不可能管你要钱。还有管我公公借过钱的人吗？是不是都打过欠条，到期也都还了？
有。请问你们一下，我公公有张嘴跟你们要过钱吗？在场借过钱的几人都摇了摇头。不信的人，你们也可以出去打听打听，他真的没有管借钱的人要过一回，都是我后婆婆私下搞鬼。院子里的众人顿时哗然，纷纷私下议论起来。我后婆婆要钱的时候是不是说过，这都是她自己的意思，让你们别告诉我公公，不然他肯定会打她。对，他确实说过，我不能让师傅打师娘呀，所以我就一个字没跟师傅说。几个曾经管林远山借过钱的人把各自情况一说，林远山拼命赌咒说他不知道，真的没管他们要过钱，误会慢慢解除。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，都是我后婆婆搞的鬼，我公公完全被蒙在鼓里。我太难了。李梅花要钱的时候都给对方打收据，说明已经收到了还款。现在方莹就在收集这些收据，她一会儿还得对账。职工宿舍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管林远山借过钱的人都拿着收据来了。68张收据，我公公真是个大好人。厂里还有其他人肯借给这么多人这么多钱吗？他本来是一番好心，本可以得个好名声的，结果都被我后婆婆毁了。以后大家可不要再误会他了，他真是太委屈了。林远山虽然名声有瑕，爱装大方，但是管他借钱，他真借，所以急用钱的人都会找他。众人连连点头，大家多年来第一次热情无比地看着林远山，不要钱的夸奖，劈头盖脸把他砸懵了。方莹真是个好儿媳，四合院给她住，应该的。误会解除，事情讲清，很快邻居各自散去。爸，您记账的本呢？拿出来，我给您对对，这些年谁还没还，您心里得有数。方莹打开记账本，将钱还了的打勾，账目很快就算了出来。爸，这些年您一共借出去8800块，还了7600块，还剩1200没还。把后妈叫出来对账吧，还得加上您拿回家的工资。既然所有开销都是花苏晴的，那您的工资应该一分没动。哦，还有林明这么多年的津贴，每个月都邮寄回来一半吧？在哪呢？林远山沉着脸去敲房门，李梅花怎么都不开。方莹朝林奇使了个眼色，林奇这回聪明了，过去一脚就把门踹开了。后婆婆，我公公这么多年的工资，我老公这么多年的工资，都被你藏哪了？你公公是我老公，他的工资给我，关你什么事？我们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。你老公昨天之前还是我儿子，以后他也是我儿子，他交一半钱孝敬父母，养他弟弟妹妹，有问题吗？谁家儿女结婚之前挣的工资不是交家里的，还没听说谁要回去的。你敢要，我就敢找林明的领导评评理。方莹来我男人的单位闹，我就去他男人的单位闹，让他也丢人。你说的竟然很有道理，你男人的工资确实跟我没关系。爸，你这么多年的工资一分没少，我亲婆婆的钱却被你们花得一干二净，你得还吧？得还，应该的。爸，虽然还钱是应该的，但是我也体谅您的不易，这一时半刻让您上哪找这么多钱去？哎，想想当初被我后婆婆催债的那些人，真是不容易。一时还不清，那就慢慢还吧。您现在的工资是一个月260块钱，我每个月带您领200，给您留60，够你们一家人的生活费了吧？不够，就让我后婆婆把她偷藏的钱拿出来补贴补贴。一个月200，一年也才2400，33年才够8万。您今年都50了，你觉得我活不到83？好吧，我也觉得有点呢。爸，你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抵账？你也说了，爸现在一贫如洗，两袖清风。不是啊，您这不还有一套房子吗？怎么着，抢了大的还不算，现在连小的也不放过。狠，太狠了！连林奇都害怕地看着方莹，林远山的表情也有点不好看了。爸，您误会了，这房子是单位的，您只有居住权，根本没有买卖权。再说，纵有1000间房，只睡一张床，我现在有大房子住，还能跟您抢这个？就是跟四合院一比，这个啥也不是。爸，我这都是为您好啊，这是存折，每一笔支出银行都有记录啊，没人查就算了，一旦有人查，就解释不清啊，到时候您怎么说？说您只是花了苏晴的钱养您父母、孩子、小老婆。是啊，该怎么解释啊？咱们必须提前做好被查的准备，到时候您就说这存折当初是苏晴留给几个孩子的，您不得已花了，但是您会还。之前因为孩子们都小，掌握不了这么多钱，您和林明早就约定好了，等他成家立业的时候就把钱都还清，没想到一不小心花超了还不起。爸，您不用这么看我，这个真找不了，毕竟存折上每笔记录都清清楚楚，说什么都没用。
确实，这个只能怪我自己和李梅花。我不傻，李梅花的每笔账不可能都和名目对得上。虽然现在您还不起，但是您得表个态，也不是表给我，而是表给上面看啊，得让他们看到您坚决跟苏晴划清界限的决心。您手里的存款还不起就用工资还，工资还不起就用房子还。您只要写张字据，说万一有一天这房子能买卖了，您就把它送给黎明抵账，就抵5万块吧。现在的房地产还不能流通，特别是单位福利房，真的是只能住不能卖。但是如果是私人的房子，60平卖5万，也不低了。爸，我真不要您这房子，我还可以给您写个字据，您可以一直住在这，到时候我带领您3万块钱工资就行了，多了不要。这孩子真的处处都在为我着想，只是写个不太能实现的字据而已，跟上面装样子，他却真的给我抹账，咋这么好呢？我们写字据吧，你放心，爸不占你便宜，爸每年还有年终奖金呢，以后这些都给你。爸，咱们把这条也写进字据里，时间是永久，条件是包括年终奖的所有奖励，好不好？林远山的脸皮抖了一下，但是想到方莹2次在外人面前挽救了他的名誉，他脑袋一热就答应了。好。方莹可是知道林远山以后会解决一个世界难题，上面奖励了他100万。方莹虽然不在乎这100万，但是能让李梅花不开心，他就开心。爸，不是我挑拨离间，我是真替您不值。您对他这么好，连他侄子结婚您都随大礼，他却让您在同事面前没法做人，多的我也不说了，您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就行，别再真心错付了。李梅花恨不得吃了方莹，这还不叫挑拨离间？那什么叫挑拨离间？方莹写好字据递给林远山，抬腿就走。爸，我就不打扰您跟后婆婆说心里话了，这就走。哦，您的自行车我骑走一辆呗，我总不能在家吃闲饭，不然黎明一个人养家多难啊。阴阳谁呢？当我听不出来吗？还有，那是我的自行车。年轻人就该上进，骑走吧。等下个月我管单位要张自行车票，你领了我的工资，正好买辆新的。上辈子怎么没发现公公这么好忽悠？回到四合院，方莹跟家里几个汇报战果，但他们都认为那房子得不到手，还平白抹掉5万块，太亏了。我有内部消息，福利房以后可以随便买卖的，到时候就不止5万了，50万都买不到。上辈子那房子卖给个人之后，很快就拆迁了，房主得到补偿，选择前或者一套2环内的房子，2环内位置特别好，以后每平米15万以上。嫂子又吹牛，就那小破房子值50万，这是被谁骗了吧？姐弟3人对要回钱本就不抱希望，没想到现在每个月能有200都挺开心。至于那破房子，嫂子开心就好。对了，今天你们刚走，方燕就来找你了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也不说，他还想进你房间，多亏房门锁上了，他就生气走了。方燕啊，你们不用理他。方燕蠢得可恨，没脑子还什么都敢干。上辈子爸和大哥的死都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明天我要去我爸那边忽悠他同事，下午要去找工作。大齐，你明天把后院好好整整。秀，你还是去上学，最后几个月好好感受一下。小玉，你好好学习，将来嫂子一定让你上大学。好了，睡觉，明天都加油。院子静悄悄，方莹去后院拿了铁锹和水桶进了空间，第一件事就是去闻榴莲。真香啊！林奇竟然说是屎味，简直岂有此理。方莹想到什么，出了空间去拍林奇的门。什么味儿啊？嫂子这一天天的，好吧，胖人吃的多排的多，可以理解。把你弹弓给我。嫂子，你要打谁家玻璃？你说，我去，我打得准。我打你脑门，以后不要去打别人家玻璃了，知道吗？明明是管我要东西，凶什么凶？这是我大哥亲自给我做的。林奇还没说完，方莹就把这弹弓抢了过来。没错，上辈子林奇就是用它砸方莹的玻璃。这是小叔叔做的，这辈子到了我手里，我会好好爱惜的。空间里头依然天光大亮，借着光，方莹开始给林明写信，纵有千言万语，方莹却不知道怎么下笔。你手里是不是没什么钱了？到时候我给你寄点吧。你名下的四合院我给要回来了，爸和后妈带着他们的孩子搬走了。爸以后每个月给我200块钱，算我们4个的抚养费。爸说他还不到养老的年纪，你现在也成家了，让你以后把工资都寄给我就行。实话不能写，因为他们的信会被检查。方莹写完信收拾好，就拿着弹弓打榴莲去了。太美味了，闻不出它香味的人真是可怜，人生都不完整了。方莹一直把整个榴莲都吃完，才开始整理空间，除草、浇水，清理出10亩的地。明天去买种子，用空间井水浇灌出来的蔬菜水果才是人间美味啊！为了这个，
方莹吭哧吭哧在空间里忙了一晚上，出了空间天都亮了。院子没人。方莹动作迅速地拎着桶和铁锹去了后院。哎，我一看水桶不见了，就猜到是你。这桶以后还能用吗？方莹尴尬的不行，但是没办法，她是绝不会在外面使用空间拿取物品的，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。今天我必须去买桶。方莹也不解释，放下桶和铁锹就走了。吃完早饭，方莹在胸口别了一朵新娘花，拎着喜糖，喜气洋洋地出门了。从小区走出来的方德一眼就看见了方莹，眼前顿时一亮，还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套衣服和发型都挺不错，要是再瘦点就更好了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看是谁设计的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女儿这么可爱？给她花1万块钱，好像也没那么心疼了。买糖了。方莹给他展示了一下兜里的喜糖和喜烟，方德彻底放心。方德在商贸部工作，高大上的单位，但是他在的进出口部门是个清水衙门，因为这10年的进出口贸易非常少，部门内的同事都使劲想出去。可是再过几年就不一样了，上辈子方德就捡了便宜，胜者为王，但他也没得意几年，被方燕的对象算计，差点坐牢，最后被开除，人却抑郁了。哎，爸，您这么多年兢兢业业，眼看也要50了，什么时候能混个小车座呀？这就要看你了，闺女，你今天白话好了，爸调岗就指日可待了。还有，爸今年45，记住了，是40出头，离50还远呢。爸，老话说得好，您做鸡头不做凤尾。您在这个部门10多年了，想努力跳出去，到别的地方就要从头开始。你是能伏低做小，拼过小年轻，还是能拼爹拼过同龄人？方德的心里相当震惊，方莹竟然能完美猜到他的心思。他爹活着的时候也是个老农民，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的自己。热门部门就那么几个，里面竞争太激烈，他去了只能给人当小弟。可是留在这里，爸这辈子都混不上个小车座。我们部门老大比我还小2岁，我熬不过他呀。爸，一叶障目了呀！你想走，他不想走吗？他比你更想走啊！等他走了，你就是你们部门资历最老的人了。这是上辈子的真实轨迹，只要再等2年，对方就走了。不能吧？你不知道，他以前留学的时候就学的国际贸易，又是主动请缨到我们部门的，说是就爱这一行，要焊死在这位置上。男人的嘴你也信？有句真话吗？爸，你要迟到了，快走！方德的自行车蹬得更快了，他终于确定了自己努力的方向。王叔叔好，李叔叔好，孙叔叔好。被叫的几人都茫然地接了喜糖，笑着寒暄2句离开了。这些人方德都不知道姓什么，更不熟，因为不是一个部门的。方莹却都没叫错，因为这些人以后都是经常上电视的。赵叔叔好。你哪认识的人？都不是爸爸同事，一会儿糖不够了。报纸上看见的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开头我已经给你打好了，后续你要维护好啊。知道知道。方德带方莹见了部门老大王军，方莹笑得更甜了，因为这位可是将来霸屏的人物。王叔叔好，我是小莹。这是我二女儿，刚结婚，非要来我单位亲自给各位叔叔阿姨送喜糖。小莹，孙阿姨，好多年没见，您还记得我呢？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来，您给我块糖吃，卡到了，我差点没吐出来，都把您吓哭了。哈哈哈，原来是记着仇呢。谁说的？当时要不是您给我拍出来，我这条小命都交代了。以前小不知道怎么报答您，现在我长大成人了，以后可要常跟您走动了，您到时候别嫌我烦。方莹的表情管理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孙平只看到了真诚。阿姨可记住了，你以后不来我可生气了。你结婚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好你个老方，这是都藏着掖着的，怕大家蹭你喜酒啊。闺女，这是演的哪出呀？我不知道台词啊。爸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替他们隐瞒？你不说我说了呀，我可不背锅。没有台词，让我怎么接？好孩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孙姨，您之前听说我和林红处对象的事情吗？其实我们早就分手了。林红喜欢上我季姐方田，知道这么做不好看，他们还不让我爸说出去。快别说了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好脾气了？任他们在你头顶上拉屎，他们不让你说你就不说，小莹的名声不要了。孙姨，您别怪我爸，他也是不得已，后爹难为啊。他为了我的名声就把事情传出去，那我季姐的名声就没有了。他说女孩子的名声比什么都金贵，为了这个他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王军和孙平顿时抬头看着方德，都在心里想，原来他们之前都看错了，方德竟然人如其名，这么有品德。闺女真厉害，我辛辛苦苦20年都没有树立起这形象，那现在怎么又想说了？我爸能忍，我不能忍啊，不能让林红脚踩2只船。对，不能忍。但是我爸又压着我，不让我说。我脑子一抽，就打算先斩后奏，找个人结婚，和林红的关系不就自动解除了吗？方莹不能说林红这边跟他季姐好上了，他转头就跟林红他叔好上了，别人就会觉得这一家子都是些什么人，乌烟瘴气的，所以就得实话实说。
我想找个处处都压林红一头的，找了几个月没找着合适的，结果前天看见黎明了，我来不及多想，就把他堵胡同里了，求他娶我，他真就答应了。你可真厉害，胆子也真大。林明处处压林红一头，是林红他叔吧？王军不是京城人，来京城1年，林家这个不上不下的家族，他不是很了解。这婚结得好，结得好。林明比林红高还帅，听说还因为立功连升了好几级。爸，您看孙阿姨都说我和黎明结婚是好事，您就别生我气了。您不能总想着季节，一点不顾及我呀。这句话里带着无尽的委屈，孙平眼眶都红了。王军看方德的目光也是不认同。傻丫头，我要是真不顾着你，什么好东西能只想着你？为了这个，你亲姐姐生多大气，你不知道吗？赶紧进行下一个主题吧。这个镯子是黎明母亲送给我妈妈的，当年说要留给我们姐妹当嫁妆。爸爸知道我嫁给了黎明，就做主把它给我了，说他跟林家有缘，算是物归原主。姐姐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让我写了个欠条。不过我有个好爸爸，爸爸说替我还了，但是他又没有钱，他说要跟我公公学，以后用工资还债，每个月让我大姐来领走200，几年就还清了。孙平和王军顿时佩服地看向方德，这是真宠女儿的，也不算偏心，他却愿意补偿老大1万，确实是个好父亲，对妓女也好。养了18年，终于见到回报了。你公公又是怎么回事？他也需要拿工资还账，不是听说他家挺富裕的？哎，要说我公公也是不容易。方莹如实把林远山家的事情都说了。面对王军，方莹必须留下诚实的好印象，以人家的身份，没准回头一打听就能查到事情原委。王军现在对方莹印象深刻，眼神也不陌生疏离了。好家伙，这小姑娘的娘家、婆家，还有和对象怎么结婚的事，我现在都知道了。好了，快别耽误领导时间了，我们出去吧。看我话太多，叔叔阿姨，我先走了哈，去别的办公室表演，不发喜糖。很快，方德是个慈父的形象就立起来了，身上立刻就自带了好人的附属性。不错，但是今天话有点密呀，你完全可以下次再介绍你公公的事情。我怕到时候传言传到这就变味了，而且也顺便增加一下王叔叔对你的关注力，我公爹还是很有能力的。林远山在研发纺织这块他是顶流，而且林远山有个好堂哥，就是林红的爷爷，现在职位不小，方德现在多少也算沾亲带故了。还有方田和林红的事，虽然你的解释也不错，但是有点自损800。爸，他们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，你真就忍了？你真想替他们瞒着？不是，是林红这人品德败坏，他将来肯定走不远，就是个废弃了。方田应该找个对咱家更有利的对象。方德现在有点怕得罪这个女儿，因为他心眼子好像比他还多。爸，方田和林红的事情必须成。给我一个理由。一是事情已经传出去了，方田找不到更好的对象了。2当然是这样能让林红家难受。您没相中林红，其实林红父母也没相中方田，真喜欢方田，他们早就好言好语来跟您商量了。更没相中我，我去他们家，他们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，使唤我跟使唤他家小保姆似的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以为算了，都是我傻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。林红父母现在就是利用方田，让他拆散我和林红的婚事，然后您肯定也不同意方田嫁给林红，这样双方都理亏，他们就不用给您低头了。现在如果方田嫁给林红，就能击碎他们的美梦，废了他们的旗。嫁必须嫁，不嫁他就别姓方。其实方莹还有个3没说，上辈子方田踩着林红攀上了别的高枝，过了很多年好日子，这辈子他只能嫁林红。爸，你有钱吗？给我点。昨天刚给你500，你干啥了？喜糖、喜宴、衣服、鞋、包，还有我家的生活用品。你是不知道我后婆婆这个人多么会算计，她走的时候就给我们留了3颗土豆。方德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抠，特别抠，只有装面子的时候特别省，比如昨天那500。现在方莹任务都完成了，他就有点想卸磨杀驴。爸，我后天想去孙姨家，总不能空手去，听说孙姨父是铁道部的。他爱人特别清廉，就怕别人看见他用好东西。你买2条大前门，2两茉莉花茶就行，不用买好的。懂了，爸，你真厉害，竟然连他爱人的喜好都知道，这些年真是辛苦了。方莹一顿彩虹屁下去，方德被拍得舒舒服服的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钱包已经空了。没有菜单，那有饭吗？挑拿手的上。没有。那来碗炸酱面。我们没有肉。方莹拿着方德给的30块钱买的桶、铁锹和种子，回了4合院。林奇看到了方莹手里的桶和铁锹，他的表情瞬间精彩了。得，这俩算是白买了，只能等林奇不在家的时候再买了。拿后院去，以后总不能你一个人干活，大家跟你一起干。哈哈，误会嫂子了，嫂子这是想坑我呢。三姐，你这衣服好漂亮啊，在哪买的？裁缝店做的。给我也做一身呗。找你妈去，你妈给你买那么多，也没给我买一身啊。
三姐，你新家好大啊，你一个人住正房会害怕吧？我跟你一起住啊。谢谢，我晚上一点不害怕，我一个人睡习惯了。我是你亲妹妹，住你的房子怎么了？又住不坏。我用一下你的笔又用不坏，穿一下你的鞋又穿不坏，可是你从来不借我。康妞这时被林红甩了，受刺激了吧？三姐，你的工农兵大学推荐信呢？卖了吗？还没有，怎么你要买？三姐，我们是亲姐妹，你怎么还跟我谈钱啊？看来你亲姐姐方田没有跟你说这个事情啊。我因为这个镯子跟我亲姐姐明算账，欠了她1万块钱。她怎么在你手上？妈妈说这是我的。这是我亲妈留给我和我亲姐姐的东西，跟你和你亲姐姐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家里的东西吗？再说你妈都没了，这就是爸的，大的东西我也有份。那你去跟爸说吧，让他也给你写个欠条。快去，看爸不对死你。哼，回去就跟爸爸说，凭什么只给这头肥猪？你把推荐信给我呗，反正你也不用了。2000块钱。方燕根本就不想花1分钱，软磨硬泡都不好使，一声气走了。下午，方莹出门去了京城的供销公司，就是管理各个供销社的总社。他亲大哥方学就在这里上班，虽然只是个办公室小科员，但是买各种东西都挺方便。大哥，二妹，你咋来了？还变时髦了？是不是变漂亮了？哥，我结婚了。方莹绘声绘色的把这2天发生的事都说了，方学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都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你还是我那个蠢妹妹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哼，我以前只是装傻而已，结果装得太像了。你现在醒悟了，哥就放心了，咱们往后看，把日子过好。大哥2辈子都是真正关心我的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让大哥寿终正寝。我想扣个大棚，就邻家后院那么大，需要塑料布，大哥你给我弄，我给你钱。当我是方云呢，跟我提钱。大哥别打肿脸装胖子了，你兜里不会超过5毛钱，我不给你钱你就得出去借，这是我刚从爸爸那要的钱。好尴尬，二妹真不傻了，还知道我没钱。你公公的工资你可以领，最好不要花，花也要记好账，就怕到时候邻家人跟你翻旧账。我知道的，你放心，塑料布的是你记的呀，这个挺急的，我想在年前种出点什么来，自己吃或者偷偷卖。到时候都交给我，你种多少我就给你卖多少。行，你去吧，等你的好消息，我先走了。方莹顺着国道，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地方，一排路边饭店，类似于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存在，不过这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，一共3家饭店兼旅店，中间那家最大，估计是正经国营饭店，屋里不时飘出炒菜香。南边一家是卖包子、水饺、烧饼的，北边这家门上挂着东兴饭店的招牌，但没闻到菜香，也没看见人进出。很好，就他了。都跟你们说了，上班时间不许玩，不许玩，还有没有个上班的样子了？上班没有顾客上什么班？我单给鬼吃。走错门了吧？我吃饭。这不是饭店吗？还是不接待女客人？你要吃什么？有菜单吗？那2家有。就冲这句话，不倒闭都没天理。没有菜单，那有饭吗？挑拿手的上。没有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他说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拿手菜，也没有米饭，只有面条。你也不是很会说话的样子。那来碗炸酱面。我们没有肉。没肉你开什么饭店？这是清真饭店吗？厨房现在还有什么？我们好久没买菜了，就剩几个土豆、白菜、鸡蛋了，还剩20斤面粉，800斤煤。你是吃白菜面还是鸡蛋面？你们这饭店开多久了？8个月了。怎么坚持8个月的？众人表情就不是那么好了，这句话戳他们伤口上了。吃不吃饭，不吃出去。方莹忍了，现在服务员都这样。一样一碗白菜面和鸡蛋面，我尝尝大师傅的手艺。我不是大师傅。方莹还以为他在谦虚，结果2碗面上桌，他不用吃就知道了，这人真实在。所谓的白菜面就是清水煮面条和白菜，鸡蛋面是清水煮完的面条上扣个煎鸡蛋，鸡蛋煎得挺好，就是忘了撒盐。5个人直勾勾地看着方莹，方莹每碗吃了几口，他不死心啊，没准这是个神厨，卖相奇差，但是味道奇绝呢。事实证明是他想多了。大叔，您就没考虑过换个大厨吗？我是第8个了。都是有坏人搞鬼。边那个饭店也是公社开的，我们2个公社原来就有点矛盾，他们就故意整我们，败坏我们的名声就算了，还不许我们卖面条以外的东西，还把前面7个厨师都打得不敢来。我是最能打的，他们10来个人打不过我，这才收手。我怎么感觉对方是觉得不用打了呢？别唠了，2碗面3毛钱，给钱。
不好意思，我没钱。什么？你竟然敢吃霸王餐？别急，我现在欠你们3毛钱，但是一会儿我给你们赚30块钱还账，怎么样？那家只让我们卖面条，如果我们不听，卖别的呢？谁跟你我们？脸皮这么厚，怪不得敢吃霸王餐。他们会立刻过来掀桌子，把客人拉走，让人家免费过去他们那边吃，还会把我们的粮食都糟蹋了。那他们打我们的厨师，我们就不能打回去吗？人家厨师的儿子是警察，仨都是。大爷，我是个军嫂，我男人是当兵的。几人一愣，都还以为他想吃霸王餐，顿时又齐齐给他个白眼。快别误了饭食，耽误我们赚钱！你把炉子抬出去，把锅搬出来，我要在外面做饭。你把桌子搬出去，你去提桶水放外面。你把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拿出去放桌子上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就像在看一个神经病。吃霸王餐就算了，现在还想把他们饭店都罢了。看什么？我出去做面条，卖出去1碗3毛钱就来了，好还你们账。你们不想要钱了？你拿我们的材料做面条，卖出去还你的账，你很会算账啊！大爷，你反应不要这么快好不好？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叫齐强。冯总。冯佑。这爸妈真会省事。我叫李翠，不是你一个吃霸王餐的，问我们名字干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方莹，我爸在商业部上班，我哥在供销总社上班，我姐在报社上班，我男人是当兵的，现在是个中尉，我公公在军工厂上班。我给你们当厨师，对方不敢打了吧？几个人看他的目光顿时不一样，特别是老头，2只眼睛简直像探照灯。你要给我们当厨师，你会做饭吗？这身份一听就是个大小姐，面条能煮熟吗？比强哥肯定强。方莹转头发现齐强一脸无所谓的表情，根本不介意他说厨艺比他强。大家动起来吧！几样东西很快就按照方莹说的准备好了，摆在了门口空地上。方莹查看了一堆材料，发现里面有豆瓣酱，顿时放心了。她洗了手，动作麻利的开始做拉面、和面、揉面、拉面，动作行云流水，面条甩得跟耍杂技似的，顿时吸引了几个司机。哟，东兴饭店又换厨师了，这个专业像真厨子，就是挺年轻啊，还是个胖丫头，估计是家传的手艺，不然不能吃这么胖。那得尝尝。别了吧，别刚吃一口就又让南边那家过来掀了桌子，扫兴。更何况那家的包子也不咋地。南边富强饭店的厨师是靠3个当警察的儿子上档的，厨艺比光头只强了一点点。还是中间的国营饭店最好吃，就是太贵，出菜还慢，服务员那脸还比驴长。他们去吃饭就跟去要饭似的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富强饭店给东兴饭店定了规矩，只要他们做面条，就不掀他们的桌子。那走，尝尝去。 3个人走了过来，方莹的面条已经下锅开煮了。小童子做的兰州拉面，但是我看你这清汤清水的，牛羊肉呢？这位师傅见多识广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这是正经的兰州拉面手法。但是我们不卖兰州拉面，卖炸酱面。今天是鸡蛋酱，明天就有肉酱了。炸酱面也行啊，冲你这拉面的手艺，来一碗尝尝。 现在城里一碗素面就1毛钱，方莹想起自己刚刚吃的2碗面，李翠要他3毛钱，估计是大车店可以贵点。不瞒您说，我是御厨的徒弟，手艺一绝，所以我做的面条卖的贵，3毛钱1碗。几人头一次听见这么夸自己的，但是方莹的表情很严肃，也很骄傲，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。 3毛钱就3毛钱，谁吃不起似的？让我尝尝你这御厨徒弟的手艺，不好的话可别怪我砸你师傅的招牌。你师傅叫什么？ 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你只需要记得我的名字厨神小芳就可以。几位大哥进屋等着吧，马上就出锅。说话也没耽误方莹手里的动作，她已经把酱调好，鸡蛋搅好，葱姜蒜也都切好了。方莹狠狠炒了空间出品的花椒和桂皮，味道顿时就不一样。鸡蛋和葱花一下锅，周围全是香味，立即有人从隔壁2家饭店跑出来看是哪飘来的味道。南边富强饭店的人反应很快，2个凶猛男人立刻冲了出来。干什么？ 你过来试试，打不死你！2个男人顿时停住了，看冯左冯右的眼神明显带着畏惧。方莹顿时高看了2个小年轻一眼。哟，看样子他们还挺能打，喜欢。不用过来了，我做的是面条。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小芳，是个军嫂。2人彻底不动了，不过也没走，就看着方莹。方莹很快炸好了鸡蛋酱，然后捞出几碗面条，1碗面上浇了1勺子酱，鸡蛋酱就用光了。为了保证味道，一锅不能炒太多酱。 屋里几个司机已经等不及了，立刻跑过来自己端碗。现在很多国营饭店也是这种规矩，自己去窗口端菜，吃完了还得把碗筷送回窗口，就差自己刷碗了。哇，真好吃！周围顿时有人开始咽口水，
他们自己已经闻到香味了，而且看几人那吃相，就知道好吃。面条不多了，还能再做5碗，谁还要？3毛钱1碗。他重新打鸡蛋，倒水刷锅，重新开始炒花椒。空间出品的花椒有股奇异的香味，特别勾人。给我来1碗，不，我要吃2碗。再给我来1碗。大家都来尝尝，真好吃。别看没放油，但是有股肉味。咋做的？要么我为什么敢叫厨神小芳？难道你以为是吹的？难道不是？但是想想刚刚吃完的鸡蛋面，我还真有点信了。抬2张桌子出来，摆外面，别抬太多，2张就够了。方莹怕俩人太实在，把所有桌子都抬出来，到时候空空荡荡，显得生意不好。不如现在这样，有人围着摊子站着，就显得生意火爆了。又一锅鸡蛋酱炸好，做出5碗面条。方莹又开始重新和面、拉面，吸引了很多司机过来看。饭店门口围着一堆人，还有浓郁的香味，就有好奇心重的司机把车开下公路，停到东兴饭店门口凑热闹，然后就都留下了。这一中午，方莹都没闲着，20斤面粉很快消耗光了，鸡蛋正好也没了。现在人都能吃，碗也大，所以一共就做了40碗面条，收入12块钱。我不算吃霸王餐了吧？不算不算。大爷，还没问您怎么称呼？我叫钱来，你叫我钱大爷就行。那我就走了，回见了您。等等，小同志，晚饭还没做呢。晚饭做什么？做空气。我已经让齐强去公社拿面粉和鸡蛋了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再待会儿，马上就到晚上的饭点了。大爷，您不会叫钱来，钱都是讹来的吧？12块钱还不够我还账的吗？我还得白给你们做晚上的饭。呵呵呵，小同志，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们当厨师吗？这不都上工了吗？我们虽然是公社饭店，但是我们也有编制。我不要编制，要那玩意麻烦，端了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的管，让你去拿你就去拿，多给我开点工资就行。这个好说，这个好说，编制多么难得，他竟然不要。工资的话，齐强1个月是30块钱，太少了。老头也觉得，如果方莹做其他菜也有鸡蛋酱的手艺，那确实有点少。那你想要多少？大爷，你们这饭店是属于公社的，收益怎么分？都交给公社吗？还是交多少？我们可以留下50%的净利润。哇，这么多！多什么？就这还不够发工资的呢？我们的工资不是上面发，就从这50%里出。我们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。你个一根筋，还想不想发工资了？留住这胖丫头，你们下个月的工资就有着落了。你们的工资也是按同行的标准发的吧？每个人30-50左右，那多余的收入怎么发福利？没有多余的，从来都没有。福利是什么？从来没见过。你俩挺会玩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能留下来？以后这50%怎么花，我说了算。当然是在正常发放了大家工资的前提下，而且所有福利平均分配，我不会多拿一份，大家发什么我就发什么。福利什么的，他们根本没见过。如果方莹能给大家赚来，那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呗，他们跟着沾光就行。还有，我还要带一个人来，他要这个编制，给我俩算学徒工资就行。那怎么好意思，就这么办吧。我们就不写字据了，击掌为誓。如果哪天你反悔了，我就去富强饭店。你这小同志可真是会拿人7寸。他要是说不干了去别的饭店，我可能还无所谓。他说要去富强饭店，那我得气死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去。东兴公社就开了这一个饭店，举全公社的物资供应，不说要啥有啥，面粉和鸡蛋这点玩意还是很充足的。我儿子怎么说？知道我们赚钱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把钱哥高兴坏了，还说晚上要过来尝尝厨神小芳的手艺。你儿子谁啊？地道。他儿子是社长，东兴公社的。失敬，怪不得这破饭店能开8个月。干活去吧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。富强的人。大妈。冯总，你去刷碗。冯佑，你去把白菜洗了。翠姐，你去看着外面的炉子别灭了。强哥，你跟我学做拉面。我以前就管扫地不刷碗，那是翠姐的活。我以前就管上菜不洗菜，那是翠姐的活。小伙子火力壮，以后刷碗洗菜的活都是你们的了。翠姐是女孩子，不方便。我看你拉面了，太难了，我学不会。没眼力见的玩意，人家是要教你技术。多少小工苦熬10年，大师傅都不教，人家上来就要教你，你还不学，不识抬举的东西。钱叔，我不是不想学，可是你知道我手笨，我这手指头都快赶上擀面杖粗了。再看人家拉那面条，比筷子都细，我看这手指头都不敢碰。
是我疏忽了，忘了做饭还需要天赋的。我以为强哥能当大厨是因为有点天赋，难道一点点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我上岗1个月，你是第一个吃我做饭的人，我媳妇还没吃过呢。那你们谁想学？我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当苦力的。拉了1中午的面，我胳膊好酸的好吗？我也没做饭天赋，我妈从我10岁就开始培养我，现在已经放弃了。我们以前没做过饭，但是我们想试试。可以试试吧。方莹开始教冯左冯右和面、揉面、拉面，两人拉面非常有天赋。第一次做，拉出来的面条虽然有点粗细不均匀，但是能卖。这就行，又不是我自己吃。给我来1碗。您是东兴公社的社长吧？长得跟钱大爷真像。小同志手艺真好，家传的。不是，我爸在商业部上班，他让我下来历练历练。好好好，历练好，历练好。方莹1碗面已经下好，钱流端着找他爸去了。到了饭点，方莹又把锅往路边移了移，让路过的人都能闻到味道。他用干辣椒、葱姜，配合空间出品的花椒、桂皮，下锅油炸做料油，切了白菜、干豆腐和粉丝，做了个拌三丝，最后用熬好的料油往上一浇，顿时激发出一股浓烈的香味。路过的司机没有不扭头看的。凉菜1毛钱1碗，鸡蛋面重复中午的套路，冯左冯右和面拉面，方莹炸酱拌酱，50斤面粉做了100碗面条，屋里的桌子竟然都坐满了。很多人期待着明天早上的早餐，直接住在了这里。饭店后面有2间大通铺，一张炕上能睡10个人，5毛钱1宿。大爷，我这霸王餐吃的好吧？好好好，太好了。中午12块，晚上30块，外加凉菜卖了30碗，3块钱。这一天收入45块钱，还没算上后面爆满的大通铺，又是10块钱。这点钱，前来都数了好几遍。我说下明天的安排：白菜、干豆腐、粉丝准备全，反正你们准备多少我做多少，不准备就没得卖。白菜好说，我给你拉1车过来，5000斤，怎么样？那倒也不必，储存不好，放烂了还得算我们的，不如您放着，我们每天要20颗就行。干豆腐目前每天要2板，粉丝可以多上点存着，还有黄豆酱、豆瓣酱，如果能弄来豆子，我自己也可以做酱。这个要，我给你拉500斤来。可以，还有要五花肉20斤，大骨头随意，再来点香菜、黄瓜、豆芽，我们做个正经的老北京炸酱面。其他都好说，就是这个香菜和黄瓜，快到冬天了，我上哪给你整去？这些大棚菜都是供应高档饭店的，我们这庙小，抢不到也买不起啊。这个好说，我来安排，不过要过几天才能弄到，我尽量争取比市场价便宜一点点。好好好，你有物子就行，反正用的也不多，买了。早上几点上班？明天我就带另一个人一起来了。这个我们早上有点早啊，按理5点半就上班的，关键是司机们出发的早，他们天亮就走。那我5点过来吧，你们谁来的早就把准备工作做好，把面条抻出来。他们早上4点就要起来练功，还真会功夫啊！你们家住哪？方便送我回家吗？对于富强饭店，方莹还是有点怕的，她怕把人打死。方莹上辈子有钱之后学了点功夫，而且她空间里还有个电击棒呢。但是这种高科技的玩意不能暴露，能不用还是不用。我们就住饭店，送你回家再回来。方莹觉得这俩人说话真有意思，双胞胎她见多了，但是默契的像一个人在说话呢，她还没见过。结果出了饭店推车要走，才知道这2个人没有自行车。我们穷，父母在我们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后来我们就被师傅收养了，师傅也去世了，再后来我们就来饭店了。方莹观察2人，他们目光清澈，甚至有点呆萌，眼里并没有多少阴霾。你们2个的理想是什么？有个家。方莹还以为是变有钱什么的，刚想承诺有个家，这就有点难了。不过其实也简单。我想起来了，明天早上我们2个女孩子天不亮就赶路，有些危险，以后就让他们住我家吧，我们一起上下班安全。你家住得下吗？谁家的房间也不富裕啊。我家666平，大4合院，现在只住着我和我小叔子、小姑子4个人。去吧，快走吧，别在这气我。走吧。你骑，我们跑。我们跑得比你骑得快。方莹让2人跟他回家，就是想让他们当左右护法，现在就是试试他们身手的时候。那我骑喽，你们跟上。富强的人，大妈，别打，和气生财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爸在商业部上班，我是个军嫂，大家和气生财啊。我们现在过去，他们如果敢动手，就狠狠的打；如果他们不动手，我们也不能先动手，谁先动手谁理亏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师傅教我们了。自行车径直从几个男人旁边经过，没人动手。他们没想到冯左冯右会紧紧的跟着方莹，他们打不过冯左冯右，每次只挑东兴厨师落单的时候下手。
直到遇到了能打的齐强，他们才收手了。当然，他们经理也说了，齐强当东兴的厨师，他们也不需要动手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就不信他俩能一直保护他，等他明天早上再来呢，不来更好。还打吗？你们没听见他说的那些吗？走，回家问问经理。冯左冯右就这么一路跟着方银七回了家，得有40来里地。结果两人只有些微微脸红气喘。他们基本功绝对没问题，不错。大哥，你来啦！塑料布买了吗？你还惦记塑料布？你上哪去了？一天不着家，现在都几点了才回来？急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别生气，给我留点面子，有我同事在呢。同事？就是这2位，冯左、冯右。具体我们回家说。冯左、冯右长得干净，气息也干净。方学第一眼就对两人印象不错，立刻热情地跟他们寒暄起来。嫂子，你去哪了？急死人了，林奇、林玉都找你去了。这才几天，二妹就把小姑子、小叔子都收服了，真不错。方莹进了院子就看见了一捆塑料布，顿时高兴了，心里猛夸方学办事效率高。秀，我给你找到工作了，不过工资有点低，18块，但是有编制，还有福利。只要有编制就行，不用去下乡了。说说怎么回事？方莹叽里呱啦的把当厨师的经过讲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啥时候厨艺这么好了？我自己偷偷在家苦练的。你们还没吃饭吧？那就尝尝我的手艺。一碗鸡蛋面下肚，方学和林秀被震惊了。回来了，快来吃饭，给你们留了，热乎的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冯左、冯右，我和秀儿的同事，以后就借住我们家，天天保护我们上下班。听方莹这么说，大家都对两人的借住没有意见。你们有工作了，那我呢？你在家种地。林奇的脸顿时垮了。种出来的东西卖了，给你10%的分红。等林奇匆匆吃完面条，冯左冯右就帮着林奇去后院扣大棚了。我今天去看爸了，他说明天要去林红家谈方田和林红的婚事。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走，看戏去。看什么？以爸的为人，事前肯定要问问方田的意见，他肯定不同意，后妈也得闹，我得去阻止他们。惊了，真的成精了。干嘛呢？这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3个被我爸卖了呢，多么大的委屈，哭得这么荡气回肠，说出来我给你们评评理。他一脸笑容，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，母女3人顿时哭不下去了。爸，这是怎么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你猜不到吗？方田不同意。你不同意嫁给林红，那你跟他滚什么床单？需要男人，饥不择食。你别说话了。好你个黎明，把我单纯的二妹教成啥样了？等你丫回来的。我没有，我和林红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血口喷人，反正没有真那啥，我不承认就行。爸，他当你是傻子，你看看你这些年掏心掏肺的，竟然养了只白眼狼。我都知道，不用你说。你知道个嘚儿啊！方田，你的那些伎俩对我没有用。方田低头抹泪，心里却是一点不服气。没用，没用，这些年对我那么好。我不管你跟林红到底有事没事，林红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不然你就离开方家，找你亲爸去吧。爸爸，这是我爸，不是你爸。你要是真当他是你爸，现在还当他是傻子，不跟他说实话。我爸今天已经去找过林红了，他什么都承认了，包括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，他什么时候第一次亲你的，什么时候第一次摸你的，什么时候第一次钻被窝啃你的。可，跳过这一段。这回方德没让方莹闭嘴，而是继续让他炸方田。方德这一天都在单位忙着串门，哪有空找林红？好吧，反正林红今天跪地痛哭，求我爸成全你们，说他和你是真爱，还有你们一起写的诗作证。你是开在我心头的一朵彼岸花，我们的爱情至死方休。你不觉得不吉利吗？这首诗是方莹后来知道的，林红自己说这是他们的定情诗。哦，上面还有俩血爪印，属于你的那个你还故意印得很模糊，当时你就想过不认账吧？可怜那傻子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在玩他呢。方田真的信了，要不然方莹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？方德也很奇怪方莹是怎么知道的。现在你的选择呢？老方，咋的？你想替他嫁？唐真震惊的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。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肯定要说那林红胆小懦弱，好色无能，不是良配，不能给家里带来帮助，不能让方田掉火坑。唐真就没吱声，他确实要说这些。所以胆小懦弱、好色无能的林红就可以娶我，不能娶你亲生女儿。以后再别说你对我比对亲生女儿好了，恶心。不是，我也是现在。够了，闭嘴，让他自己说。所以你的选择呢？快点说。我嫁。看什么看？都被人摸光了，还不嫁给人家，不要脸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女孩子家家的，以后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自己长点心。方德突然恨恨地看向唐真。
方莹现在能毫不害羞地说这种话，不可能是林明一晚上就教会的，肯定是平时唐真误导方莹。好你个唐真！对了爸，今天方燕去找我了，让我把推荐信摆给她。她还说我妈留给我的镯子，他妈早就承诺了给她当嫁妆。好，你们真好啊！我过去原来都生活在狼窝里。爸，我可不放心你继续住在狼窝里了，万一他们晚上给你来一下怎么办？你想想武大郎是怎么死的，太可怕了。别在这瞎说，不至于武大郎怎么死了？爸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再说我后妈是个护士长，可以接触到很多危险药品。我听说有种药给人吃了，人就会慢性中毒，平时一点症状都没有，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。今天胸闷一下，明天头疼一下，后天感觉有点没力气，就这些小毛病，但是人没多久就死了，各种仪器还都检查不出来。不至于吧？哪有这么神奇的药？不可能的。方德脚步不受控制地跟着方莹往外走了。大哥，把爸的公文包和换洗的衣服都拿上。好。看戏看吃了的方学顿时冲进卧室，划拉了几件衣服出来，跟着方莹一起把方德嫁回了林家。这不合适，我住林家算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晚上跟你大哥凑合一宿。爸，我家今天住进俩外男，家里没个长辈不方便，不然我名声不好听了。怎么回事？方学终于找到了发言的机会，叭叭一说，方德就不走了。方莹躺在房间里睡不着，想他爸上辈子是怎么死的。钱是方燕的男朋友，扯着方德的虎皮在外面收了不少钱，最后方德被举报开除了。回家之后，方德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抑郁了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，几个月之后就那么死了。等方德死后不久，唐真就去了护士，和她前夫和好了，因为唐真前夫的老婆也死了，她前夫继承了岳家亿万家产。现在仔细回想，方德那么要面子，不可能让自己那么憋屈的死掉。上辈子唐真肯定是给方德下药了，2辈子的仇，这辈子一块报了吧。方莹气哼哼地拿了水桶和铁锹进了空间，榴莲飘香。方莹拿出弹弓，把树上100多个果子都打了下来。她意念一动，所有榴莲消失，进了空间仓库。昨天晚上被她整理出2亩地，现在直接被她种下一些常见的蔬菜和调料。忙累了，她就喝点井水解解乏；喝多了，她就悄悄出去跑厕所。等天色还没亮的时候，她赶紧把水桶和铁锹还了回去。你吃坏肚子了？跑了一晚上厕所，我就说大好肚子不好吧。我去做饭，吃完我们就上班。爸，你什么时候去林红家？我今天还得上班，晚上下班再去。那你下班回这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方德突然有种上阵父子兵的感觉，没想到女儿现在能帮衬他了。林秀和方莹轮流骑自行车驮着对方，冯左冯右不紧不慢地跑着。几位大哥，大清早的是在等我吗？几个人都没吱声。昨天他们老大说了，不能让东兴的人翻身，打还是要打的，只不过得等方莹落单。方莹看着他们毫不掩饰的敌意，突然想到了一个救林明的办法。呵，退！方莹没有真吐出来，攻击性没有，但侮辱性极强。男人懵了，下一秒就朝他冲了过来。我们没动手啊！没动手。呵，退！这回他们看清了，他没吐出来，只是假动作。但是这特么更气人了，好吗？冯左和冯右都扭头看着方莹，就没见过这么欠的人，但是很爽。喝退。现在就等对方动手了，到时候就写信给小叔叔诉苦，让他回来救我。到了饭店，方莹做的热汤面，忙活了半个小时，就把住宿的司机满意的打发走了。前来和齐强姗姗来迟，方莹把林秀拉过来给他介绍。前来打量几眼，很满意，一看就是个听话勤快的姑娘，就是胆子有点小。强哥洗白菜，秀儿切白菜，翠姐泡粉丝，左右拉面，我要切肉，做酱，熬大骨汤。大爷会垒灶台吗？我们在门口垒个灶台，我要做个卤猪头。等方莹把猪头烧毛洗干净之后，前来的灶台也垒好了，放上锅，空间出品的几种香料下锅一炒，又是香飘满院。等到猪头下锅煮出味道，更是无敌了。路过的司机没有不停下的，很多人都闻着这香味等1个小时了。等到卤猪头出锅，2块钱一盘，拿出来就没了。炸酱面4毛钱一碗，猪骨汤面2毛钱一碗，准备的都卖了。前来数钱数，到嘴抽筋。快，去把肉店的猪头都买来，以后的也让他们给我留着。齐强拿猪头回来后，方莹就教齐强处理猪头，又教李翠看火，然后他炒出一锅肉酱，装到大盆里，凉了就让林秀下锅热。最后没方莹什么事了。经理，我今天有事，就先下班了。正式上班第一天就要提前下班，但是说话的是方莹，前来得罪不起，没他这饭店都不赚了。好的，明天老时间来上班哈。上呢，我们送你。你俩走了谁拉面？辛辛苦苦白养这俩小子好几年，一宿就让人策反了。是你让我们保护他的。富强的人没准就在拐角那等着。快走，早去早回。好了，回去做事吧，记得晚上跟秀秀一起回家呀。听到回家2字，2个大男孩顿时露出羞涩的笑容。
方莹回到四合院，方德已经在家里等着她，气势都酝酿好了。走吧，去林红家。林红家也是独立的合院，但只有一进，整体只有200平。这个院子我得弄到手。上辈子林红就靠这院子卖了2个亿，这辈子我要让他穷的只剩裤衩。谁啊，砸什么门？这么没礼貌啊！是方兄弟啊，还有小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走路呢？是不是视力不好了？要不要阿姨带你去医院配个眼镜？方德脚步一顿，终于信了女儿的话。林红的父母就没有瞧得起他，等于没瞧得起他自己。陈阿姨，我看视力不好的是您哎，我这么大的人进来您都没看见吗？还杵在那里，您看您都把我衣服弄脏了。什么意思？说我身上脏？明明是你撞的我。谁让你堵门，不让我进门？为什么？是做了什么心虚理亏的事情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跟林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竟然背着林红偷偷跟林明结婚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那林红又是什么时候和方田好上的？谁和方田好了？没有的事。你不用不承认，方田手里有你儿子的裤衩子，你们不承认，他立刻去告你儿子耍流氓，让他蹲监狱。方德准备了一肚子的词，什么表情，什么语气，说什么话才能逼林红娶了方田，结果就被一条裤衩子打败了，还是条不存在的裤衩子。不可能，你瞎说。爸，走吧，他们不想林红善终了，让方田带着裤衩子去派出所吧。谁说那条裤衩子不存在？现从林红身上扒都来得及。哎呦，是方哥来了，怎么在门口不进来？尖子，快给方哥倒茶，愣着干什么？林红的父亲林清站在门口朝他们笑道。方德知道裤衩子赢了，他会了，他换了副表情，理都没理笑容满面的林清，转身进屋。大家不用虚与委蛇，就说林红和方田的事怎么办吧。按理方田做出这种事，应该被我乱棍打死，但是现在是新社会了，讲究法律，法律又有流氓罪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林清脸上的笑容碎掉，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，就像戴着一张人皮面具。法律还讲究证据呢，一条裤衩子能说明什么？谁不穿裤衩子？这就是你没文化了。现在国外有种先进的技术，叫做 DNA， 就跟指纹一样，每个人身上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人身上的所有物品，包括头发、血液、其他任何液体，都包含这种 DNA 信息。那条裤衩子上就有他俩共同的信息，这就是铁证，不拿出来就算了，一拿出来就够给你儿子换个盒。老公，怎么办啊？陈娟心理承受能力不大，一下子就慌了。林红是他们的独生子，那样方田也跑不了，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他故意勾引的林红，他也得死。正好给他俩办个冥婚。谈判最怕什么？最怕对方是个滚刀肉啊，死死咬住他们的7寸不放，成就成，不成就拉倒。我已经把林红和方田好上的事情传出去了，我爸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知道了。你们不娶方田，我就去跟他们说林红提了裤子不认账。方莹这气势比方德还要滚刀肉。林清和陈娟看着方莹，都觉得以前他们看走眼了，竟然没发现她这么难缠。你们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！趁他们的事传遍娘之前，赶紧把婚结了，就下个星期天吧。你要脸还让女儿把事情传出去。林清和陈娟表示他们又看走眼了，他们以为方德知道林红和方田的事之后会拼命捂着，因为方德要脸了，没想到他不按常理出牌。夫妻两个对视一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爸，我们还是回去给他们准备冥婚需要用的东西吧。反正方田也说了，他这辈子就爱林红一个人，非他不嫁，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我们不占你们的便宜，到时候墓地的钱大家一人出一半。我娶她，我这辈子非她不娶。方田甩他就跟甩烂泥似的，他在这边还玩上深情了。那就下个星期天吧，一应事务你们自己操办，我这就回去发请柬，等着嫁女儿了。林清咬牙切齿，他也是个要面子的人。方德那边要是不管不顾的把请柬发了，那这婚不结也得结了。二哥、二嫂，你们叔叔走了，怎么不送一送啊？几人表情都碎一地，这才想起方莹现在是林明的媳妇了，跟林清一辈，方德自然长他们一辈。二嫂，不是我说你，有时候不能太惯孩子。你看你给我大侄子宠的傻了吧唧的，他岳父见爷爷走了也不知道送一送。你闭嘴，下次注意啊，不然我可要对外人说道了。辈分这玩意又不看年纪，该叫就得叫。你站住！你凭什么对我爸妈不礼貌？凭我是你婶儿。你怎么突然嫁给林明叔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林红现在看着改头换面的方莹，心里顿时不得劲。这是个曾经让她夜不能寐的女人，结果却转身嫁给了别人。方莹疯狂想翻白眼，但是忍住了。大侄子，我知道你心里真正喜欢的人是方田，不然也不会给他写那么多情诗。
他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，天天在家背你给他写的诗，废寝忘食。你们的感情真让人感动，以后你可得好好对他呀，不然婶儿可不答应，让你叔揍你。林红又想起了方田甜美的脸和挺翘的身材，顿时把刚刚那点异样的感觉压下去了，傻了吧唧的点头。我会对他好的。乖。以后我见了林青就管他叫大侄子。他会说各论各的。我不管，那就单日子叫亲家，双日子叫大侄子。方德要笑抽了，感觉这辈子都没这么得意过。两个人嘻嘻哈哈的推着车走了，不能骑，会摔倒。爸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别跟我整这些虚的，我不让你讲，你就能闭嘴。哈哈哈，还是你了解我。爸，不知道你以前注意过没有，虽然我很胖，但是我每顿饭吃的最少。我几乎不吃肉菜，蔬菜也吃的很少，每顿最多1碗米饭或者1个馒头，比方田方燕吃的都少。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胖？有些人就是喝凉水就胖的体质。但是有种药让人吃了就胖，无论怎么减肥都没用，不信你可以去咨询一下。什么药？不一定是哪种，反正是激素类的药。你肯定知道我什么意思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而且这种药服用的量少，或者已经停药很长时间，现在的手段真检查不出来。方德没说话，但是整个人已经气得浑身发抖。我都这个样子了，其实我已经不在乎了，但是爸，我怕他朝你下手，以后他做的东西你别吃，给你倒的水你也别喝，我就你这一个爸爸，我不想失去你。方德赶紧扭头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方德过了半天才缓过劲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进了小区。方莹却知道他的话他听进去了。方德上辈子可能是从来没往那方面想，才着了道，这辈子既然已经想了，就不可能载着唐真的道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饭菜都做好了，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。唐真脸上挂着和平常无二的笑容，就像这2天什么都没发生。方德看着她完美的笑容，却感到害怕。正常女人遇到这种事情，不应该惶惶不安，伏地作小，求我原谅吗？她却没事人一样想蒙混过关。是她失忆了，还是以为我失忆了？还是她觉得这2天发生的事其实也不是啥大事？果然可怕，太可怕了。我就是回来跟你说一声，我跟林青谈好了，下个星期天就给方田和林红办事。办事？办什么事？唐真以为方德之前说的是气话，他认为方德是个精明又势利的人，每一步都恨不得拿着计算器算计着走。现在让方田嫁给林红，这不是巨大的损失吗？婚事怎么办我也没问，反正下个星期天让方田在家等着林红来接人，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再把他送过去。方德确实很势利，只是方田现在在他眼里已经是没用的人了，没用的人他一点都不关心。爸爸，先别哭，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我跟林青说你手里有条林红的裤衩子，能证明他跟你耍过流氓。林红要是不娶你，你就去告他，到时候你别忘了偷条裤衩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比我会啊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？我还跟林红说你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天天在家背他给你写的那些酸诗，以后他肯定跟你对诗，你赶紧背背，别到时候露馅。你怎么这么损？那傻子一天能写8首酸诗，现在已经攒了一大箱子。还有，我给你讲讲什么是 DNA 技术，这技术真有，你理直气壮点，咱不怕他们，不行真整他。方莹说了一番 DNA， 方田都忘了自己之前是要干啥了，被迫学了一堆拿捏林红和林家的方法，还觉得挺有用。等方莹和方德开门出去，他才想起来，他不想嫁给林红啊，拿捏那傻子干什么？现在怎么办啊？别急，还有好几天呢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你快想，谁要嫁给那个傻子？他不行啊，每次蹭不了2分钟就完事了。你不说这种男人坚决不能要吗？和方莹一起在门口偷听的方德瞬间惊呆了。什么？果然好你个方田，好你个唐真，不但早就跟林红有事，还知道他不行，关键事也不说，还想让方莹嫁给他。方德想回头找他们算账，又觉得当着女儿的面掰扯这些太尴尬。方莹本来就有点被教歪了，荤素不忌的样子，他可不能再做错误示范了。他拉着方莹匆匆下楼，方莹差点笑出声。原来林红还有这毛病，怪不得他明明家世很好，又好拿捏。方田上辈子当了3回寡妇，却都没跟他在一起，那这辈子他们一定要在一起。方德一口气冲回了林明家，方学竟然也在，他关心事情进展。听说方田用一条裤衩子就把林红一家人打败了，他嘴也张得大大。最搞笑的是，你猜我们刚刚听说了什么？快闭上你的嘴巴，做饭去，以后这话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知道吗？闺女竟然真的听懂了，那么隐晦都听懂了，好你个唐真。那你跟我哥说，不用给林红留面子。方莹哈哈笑着做饭去了。方学听完林红的小秘密，就想要去找唐真算账，知道唐真心黑，但是不知道黑成这样。方莹猜测唐真给他下毒的事情，方德都没敢告诉方学。
如果说了，他没准现在就把唐真打个半死。没有证据，到时候就是方学没理，打后妈可不是什么好名声。方莹被空间井水洗涤过，耳聪目明，听见父亲跟亲哥说什么了。大哥，唐真现在已经遭到报应了，让他亲生女儿跳火坑了，比你打他一顿都疼。之前的事就别在意了，我自己在意就行了。上辈子大哥是被人买凶杀死的，到最后都不知道是谁买的凶。不管了，把仇人都理一遍就行。小玉，快吃饭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去看看你哥。方莹去后院找林奇，然后惊奇地发现塑料大棚竟然已经盖好了。行啊，大齐，1天时间就把大棚盖好了，还挺像样。嫂子，棚盖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种黄瓜啊？你要是不累的话，吃完饭就可以。不累。等林奇吃完，冯左、冯右和林秀也回来了。没遇到富强的人吧？方莹顿时看向冯右，等了半天他也没说话，而是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原来俩人不必非得接一句才会说话呀。很遗憾，没有。方莹现在不想躲了，她想跟富强的人打一场，受伤了正好给林明写信，让他回来躲过死劫。冯左、冯右无语地看着他，还遗憾呢？你是真欠啊！吃饭吃饭。吃完饭，几人跟着林奇去后院种地。嫂子，我们都种什么？只种黄瓜吗？我们种10平米的香菜、小葱，20平米的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芹菜，剩下100品种韭菜。3个人播种，方莹在旁边递水，手伸进水桶，滴了3滴空间井水在里面，一桶绝不放多，不然植物长得就太快，让人起疑。他都有经验，3滴的话，大家最多会说这些种子真好，生命力旺盛。跟他们忙了一会儿，方莹就回房间睡觉，躲进立柜，进了空间给自己种地去了。空间里，他昨天种下的各种蔬菜都可以收获了，2亩地呢，可是不少，多到摘不过来。方莹本来想干通宵的，但是到了后半夜突然非常困，浑身没力气就想睡觉，喝了几口井水都不好使，他也没感觉自己身体有什么毛病，不舍得出了空间睡觉去了。干什么干什么，还敢打老子了？告诉你，谁敢动老子一下，老子就去谁家养老。前来喊破了嗓子，冯左、冯右已经从饭店冲了过来。我们没动手啊，老大就是让我们问问你们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，让你们做面条就做面条，你买这么多鸡干什么？土老帽，鸡汤面没听说过吗？喝，退，下次早吐，见面就吐，根本不给他们跑的机会。学坏真是快啊，这还是我那2个乖大宝吗？这才1天的功夫，真是造孽啊！我买了20只，够吗？大爷，您真是人如其名，就想着赚钱了呀。方莹本来说买2只鸡做鸡汤面的，前来却买了20只回来。那就加个新品，做熏鸡，给我们饭店开辟一条新财路。富强当初定了规矩，我们只能做面条，熏鸡的话不是书胆子小，这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？他们都是些莽汉，人又多，万一冲撞起来伤了你，叔可就心疼了。做了熏鸡，我们不在这卖，我们出去卖，他们总管不着了吧？出去卖是上哪卖？比如卖到火车上，让每条火车1天订我们10只8只的熏鸡。中，好好好。我们还缺2个锅，在这旁边再垒个灶台，另一个垒后院。熏鸡的方法我们先保密。应该的，可不能让人学会了，到时候我给你把门。过了10几分钟，前来就驮着2口大锅回来，身后还跟着东兴公社的2个人，3个人手脚麻利的就垒好了灶台。方莹把大骨汤、鸡汤都炖上，就去后院专门做熏鸡去了。后院的宿舍白天没有住客，这里本来就有个灶台，平时烧热水用，现在拿它卤鸡。熏鸡得先卤入味，最后熏一下加味，不然不好吃。等后院的熏鸡飘出了独特的烟熏味，路过的司机纷纷停下来了。什么味？好特别，好香好香，好像是熏鸡的味道。但是以前吃过的那些熏鸡也没有这个香。管它是啥呢？是哪家卖的？下车的司机都冲中间的国营饭店去了，结果被臭着脸的服务员骂出来了。吃就知道吃，什么好吃什么，当个司机挣俩臭钱了不起呀！你们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有没有想过家里的老婆孩子在吃糠咽菜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方莹端着盘子出来，惊得差点绊倒。听说服务态度差，也不至于差成这样吧？还有你吃那么胖，糟蹋多少粮食？你不知道全国现在有多少人在挨饿吗？你胡吃海喝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还有人吃不上饭吗？你就不会节约出粮食给有需要的人吗？有大病！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男人就是个司机，和别人好上了，跟他离婚了，他现在见谁都要。方莹就没去掰扯，把盘子摆在门口的桌子上，顿时有司机围了过来。这鸡咋卖？多少钱1斤？这鸡不单卖，这是我们鸡汤面的配菜，5毛钱1碗。秀，煮几碗鸡汤面。好嘞。
方莹当着众人的面用椅子好好洗了洗手，然后开始手撕鸡。熏鸡撕开，卤鸡的味道混合着烟熏的味道顿时飘了出来，但凡闻到的都走不动了。方莹撕了几块，放到一碗鸡汤面上。熏鸡面5毛钱一碗，谁要？就这么点，5毛钱太贵了，我还以为放半只鸡呢，一只鸡才1块钱。方莹一点不生气，挑剔的才是客人。大哥，我后院还有活鸡，你要吗？就1块钱卖您。饭店卖的就是手艺，想我厨神小芳当年半只熏鸡10块钱一盘，领导都抢着买。您可别小看这只鸡，这里面放了18种名贵中药材一起炖的，不但能补气养血，还能滋阴补肾。好了，别说了，给我来一碗。哇，真香，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汤面，真要好使，我天天吃。咦，老王，你不行啊！滚，你才不行，我就是说这面真好吃。哈哈哈哈，给我也来一碗。众人一边八卦一边抢面，补肾呢，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肾好？冯左冯右拉面，林秀煮面，方莹手撕鸡，摆一碗卖一碗，10只熏鸡很快抢完，鸡汤和大骨汤也卖完了。这还没过饭点呢，一会儿还得来人再做点炸酱面。叔，生产队的驴都不是这么干的，我累了，要休息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忙一上午就直不起腰了，难道是大姨妈要来了？女人真是太难了。这个叔，想想你们前几天一个客人都没有的时候，再想想现在，做人要知足，快去柜台数钱去吧。前来一想也是，一匣子钱没数呢，顿时高兴的数钱去了。方莹他们到后院吃卤鸡汤熏鸡面，比清水鸡汤面好吃多了。方莹自己吃了2大碗才觉得饱。一上午一共卖了多少钱？100块，这么多？152块5毛钱。主要是方莹太狠了，一只鸡她能撕出20份来，10只鸡200份，这就赚了100块。如果再卖些炸酱面、卤肉面，我们还能赚更多，没准破200了。明天可不许偷懒了。年纪轻轻的驴，呸呸呸！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累什么累？叔，眼光放长远点，我们真正赚钱的地方在外面。想起方莹画的大饼，前来激动的不行。其他人纷纷好奇询问。方莹说了自己的计划，把熏鸡卖到火车上。当然也不一定能成，这个叔叔我还没见过呢。方莹打算走孙平老公的路子，他就在铁道部工作。好了，白高兴了，还以为他有多么铁的关系呢，结果人都没见过。小李，夏莹，叔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下次画饼晚点画，别让叔白激动，叔有心脏病。方莹笑笑，这算什么饼啊？这顶多是个饼干渣子。我拿2只鸡，晚上去看看这位叔。去吧去吧。休息了一会儿，方莹把林秀、李翠叫过来，手把手的教他们炖鸡汤、炖骨头汤。为了让他们更快上手，他一人先教一样。林秀和李翠都学得格外认真，也学得挺像样。骨头汤、鸡汤炖好，他又教2人炸酱。一次学太多记不住，没关系，那也得学。反正他的目标是甩手掌柜，这些活都交给其他活驴干。炸好一盆酱，他又把2人拉到后院学熏鸡。差不多行了，你快留点压箱底的本事吧。叔，我会做满汉全席。前来一愣，这次他有点信了。一锅鸡卤好，熏好，晚饭点也到了。方莹又出去宣传了一下熏鸡滋阴补肾的功效，顿时开张了。然后手撕鸡的活就交给李翠了。接着方莹下班了，前来看他把酱炸好的份上，放人了。方莹路上买了2包中档茶叶，回到家留下了1只鸡，带着另一只出门了。你说2天后来，这都过了3天，你再不来，姨都要生气了。你咋还买了烧鸡？你人能来，姨就很高兴了。孙姨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熏鸡，香吧？一会儿您和我叔尝尝，吃起来更香。叔你好，我是方莹，方德的2女儿。你得叫我伯伯，我比你爸爸大几岁。周伯伯。周东微笑点头，顿时觉得这个女孩果然如老婆说的，还挺可爱。这真是你做的？真的假的？你还会这手艺？我现在在一个公社饭店当大厨。公社饭店一听就偏，来回上班不方便，福利也不好吧？我明天问问我们单位食堂还缺不缺人。周东顿时微微皱眉，他以为方莹是来要工作的。快别，孙姨，我可不是来麻烦您找工作的，我要是想进你们食堂，找我爸就行。我爸那么疼我，你们单位食堂就是没有坑，他都能给我现挖一个。哈哈哈哈！孙平顿时被他逗笑，周东也放下心来。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看您和我周伯伯的。以前我一个小姑娘，您家哥哥又多，我可不敢过来。现在我结婚了，您之前又那么照顾黎明，我就是替他，都得常过来看看您。方莹这话说得漂亮，以前多年不联系，现在又突然这么热情的原因都解释清楚。孙平和周东的笑容更亲切了。
孙姨，到饭点了，你们还没吃吧？让我给你们露一手。你坐着，没想到你今天来，我去炒几个菜去。我来，让您和我周伯伯见识见识我这个大厨的手艺。小莹，你这手艺比大厨还厉害，熏鸡也很香。有周东这个封建大家长在，方莹只能表示谦虚。吃饭的时候也没说话，周东也在悄悄观察他，心里对方莹挺满意。吃完饭，方莹坐在沙发上，开始了她的表演。孙姨，我今天来确实有点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什么事？说吧，只要不违反原则，姨都给你办了。我不是刚刚高中毕业吗？以前光知道学习了，结果年年考年级第一也没用，出了学校才知道社会上的知识，学校一点也没教。周东顿时看了方莹一眼，没想到这小胖丫学习这么好，还是个聪明人。孙姨，您跟我爸同事了20多年，肯定知道他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。结果我前几天不跟他打招呼就把婚结了，不跟他打招呼就在公社饭店找了个工作。他没说我，但是我看出来了，他特别不满意我这个工作，觉得我给他丢人了。你说的一点没错，你爸肯定这么想的。所以还是要让我给找个工作吗？现在想找个好工作，动用的人情可就大了。但也不是不行，孙姨，我真不是来麻烦您给我找工作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喜欢厨艺，我想当厨师，但是以我的年纪进大饭店，肯定也出不了头，再有本事也不行，人家那些大饭店的大厨哪个没本事？孙平和周东顿时都觉得这孩子实诚，不骄傲自满。我去大饭店都得从切墩开始，但是我想早点出头，这公社饭店正适合我。现在我虽然不是经理，但是那饭店我说了算。您不知道，这饭店可有意思了。方莹巴拉巴拉把东兴饭店的一些事都说了，孙平和周东听故事似的，都听入迷了。看我一下子说多了，跑题了。其实我要说的是，我想扬名。现在虽然只是个公社饭店，但是我想把它的名气打出去。我想五湖四海的人都知道东兴饭店，都知道东兴饭店有个厨神小芳，到时候我爸就不觉得我给他丢人了吧？你这孩子，小莹想了这么多，做了这么多，只是不想让他爸丢人，只是想让他爸骄傲，怎么这么孝顺呢？方德怎么摊上这么好的女儿呢？但是怎么扬名我不知道，而且我还有个小小的私心，我希望许多大领导能吃到我做的东西，能夸句好，能知道我，顺便知道我爸，到时候也夸夸他，他最喜欢这个。这回连周东都羡慕了。我那3个儿子会这么想吗？不能想，一想就扎心啊。孙姨、周伯伯，你们说怎么能让许许多多的大领导吃到我做的东西啊？除了大饭店，什么地方领导扎堆啊？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，能不能猜到啊？方莹一脸希冀地看着两人，这个提示对外人来说不明显，但是周东就是管铁路后勤采购的，一下就听出来了。这个鬼机灵，绕这么大圈子，原来是冲我来的吧？周东在心里衡量利弊，刚刚方莹说的几句话他听进心坎里去了，让许许多多的领导都知道，都夸赞。如果这是办得漂亮，第一个被夸的就是他自己。吃饭的领导第一句肯定是，这伙食安排得好，后勤工作做到位了。很少人会打听谁做的熏鸡，基本没有人会去问厨子的爹是谁。你这丫头专门冲我来的吧？嘿嘿嘿，被您看出来了。其实这只是我单纯的想法，我从来没坐过火车，只是听说坐火车，特别是坐卧铺的都是领导，就想试试。你凶什么凶？看把孩子吓的，孩子能想到，那是他聪明，我都没想到。哎，这方法太好了，火车上还真是领导扎堆吃饭的地方，多大点事，行不行的快给句准话。我哪里凶了？我这才是被凶了。火车上采购任何东西都要小组讨论决定，正好明年第1季度的采购大会要开了，我给你个名额，成不成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这种事我从来不一言堂，也不符合规矩。谢谢周伯伯，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，到时候都让别人夸周伯伯慧眼识珠。你这鬼机灵，跟林明一样聪明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